躲开！快躲开！要死了吗？我才刚规训完，真不敢写。闺女，快醒醒！你可别吓唬娘啊！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娘也不活了。闭上你的臭嘴！生了个赔钱货，你还知道哭？这是哪儿？我穿越了，穿越到大宁朝偏远山村的一个同名的农家女身上。她因为不愿被陈老太卖给李屠户当田房，被陈老太给活活打死。闺女，你醒了，刚才吓死娘了。既然还活着，那就赶紧去清洗一下，别耽误3天后的出嫁。我可告诉你，李屠户的50两彩礼钱我都收了。娘，求求您了，您醒醒好吧。那李屠户是个什么人，您不是不知道。他前头2个婆娘都是被他活活打死的呀，这不是把我闺女往火坑里推吗？呸！什么火坑？李屠户虽说性子暴虐点儿，人长得粗鲁些，可他家顿顿有肉吃，有钱花。青丫头能嫁给他，那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再说了，你3弟马上就要服侍，没有银钱打点，咋考取功名？不管咋说，这死丫头必须得给我嫁过去。娘，恩熙求你了，只要不把青丫头嫁给那李屠户，你让我干啥都行，我当牛做马伺候你。你少废话！将来你3弟考取功名，咱家有的是女婢家奴，你就等着享福吧。娘，我就青丫头这一个闺女，我不能眼看着你把她卖了。你若执意卖了她，就先打死我吧。你别死呀活呀的威胁我，要是敢说半个不字，等老大回来，我就让他休了你，滚回你的娘家去。娘，你这是想要老人媳妇的命啊！我娘做错了什么？你凭啥让我爹休妻？反了天了！你个死丫头片子，还敢跟我顶嘴！看我不打死你！哎呦！哎呦喂！疼死我了！哎呀，要出人命了！这死丫头要害死我这个老婆子！娘，您怎么了？快起来！谁把你推倒了？哎呦，我的好儿，这个遭天杀的死丫头要谋害你老娘啊！老三媳妇儿，你们替我好好教训教训她。陈青青，你这个丧良心的东西，连自己的亲奶奶都敢打，你还是不是人呐？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？真是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贱骨头！三弟妹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青青没有打娘，是娘要打青青，青青躲了一下，娘自己没站稳才摔倒的。哼，大嫂，你当我们是瞎子还是傻子？娘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能自己摔成这样？我看就是你们娘俩合起伙来欺负娘。青青，你怎么能对奶奶如此无礼？懂不懂什么叫孝道？还不快跪下给你奶奶道歉！三叔，你说这些话也不嫌臊得慌。要不是为了你，我哪能把我卖给李屠户？胡说八道，咋能说是卖？这是你奶奶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托媒人给你选的好人家，去了李家你就能吃得饱穿得暖，那是掉进了福窝窝里，你咋不知道好赖呢？享福？既然你们觉得这是好事，三叔为何不把陈若兰嫁过去？若兰金枝玉叶，将来是要嫁到城里当少奶奶的，怎么能跟那个杀猪的扯上关系？哎呀，青丫头，要不是若兰年纪小，这好事不能轮到你。你这孩子咋还不知足呢？三叔，你莫不是读书读的脑子坏掉了？我和若兰同岁，她只比我小了2个月。既然你觉得嫁给李屠户是掉进了福窝窝，这好事我不和若兰争。小2个月也是小，哪有姐姐不嫁妹妹先嫁的道理？你就乖乖听话，先嫁了。你若兰妹妹的事还不急。三叔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三婶当初和你成亲时，她娘家姐姐也没嫁人，她就先出嫁了。这件事咱们南山村哪个不知，哪个不想？你这丫头好不要脸，让你嫁给谁就嫁给谁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真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死丫头！若兰以后可是秀才家的大小姐，你和你爹就是个泥腿子，你们能比得了吗？住手！都在干什么？娘，若兰是你孙女儿，青丫头也是，你怎能这样说她呢？老大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你养的好闺女都快要翻了天了，我
我好不容易让赵媒婆给他寻了一门好亲事，可他却把赵媒婆给撵走了，还口口声声说不嫁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不能让他被骗了。爹，奶要把我嫁给清水镇的李屠户，女儿害怕。李屠户不行，这门亲事我不同意。你说的轻巧，彩礼钱都收了，不嫁也得嫁。又没成亲又没拜堂的，把彩礼钱给人家退回去不就得了？退回去？如今正逢荒年，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，你三弟又有科考，把彩礼退回去，往后的日子咋过？占山呐，你娘说的不错，你三弟要用钱，家里也等着米下锅，你咋也不能看着咱家的日子过不下去吧？大哥，好不容易给青丫头寻摸的人家，咋能说退就退？再说青丫头也老大不小了，我看这亲事就不错，青丫头嫁过去就是去享福了。就是呀，大哥，我们这也是为了青青好，嫁过去吃穿不愁，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好归宿呢。不会要妥协了吧？那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反正我是学医的，对付普通人有10000种办法。老三，既然你们夫妻都说这门亲事好，青丫头也不愿嫁，就把若兰嫁过去吧。娘收彩礼本来就是为了供养老三你读书，就算嫁女儿，也轮不到我家青丫头。若兰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她理所应当为你的前程出力。爹娘，谢谢你们。既然你们如此维护我，我也会把你们当做真正的父母对待，照顾你们一生一世。青丫头别怕，爹不同意，没人敢把你嫁人。这个不孝的东西，想要气死老娘是不？居然敢不听我的话，我真是白白生养了你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占山呐，你娘也是没办法，青丫头要是不嫁，咱家吃啥喝啥，哪儿有钱送你三弟进书院，还咋去参加院试？你三弟的前程可就毁了。爹，那李屠户就不是个好人，把青丫头嫁过去，那不是要了他的命吗？占山呐，你放心，等你三弟中了秀才，到时候巴结咱家还来不及，哪儿还敢为难青丫头？爹，今年年景不好，不如让我三弟歇上1年再考吧，这样既不用把青丫头嫁给李屠户，咱家的日子也能好过些。老大说的倒是有点道理。爹，哪有因为年景不好就不参加科考的道理？而且我今年可是做足了准备，就连算命的都说我今年定能考上秀才，我有信心一定能中。我的好儿啊，爹相信你。爹娘眼里就只有他们的宝贝老三，我儿子都15了，连个说亲的钱都没有，他们问过一句吗？爹，我觉得大哥说的没错，反正三弟考了10多年也没考上，不差这一回。咱们就算去打柴卖苦力，也能把眼前的苦日子熬过去，没必要非让青丫头去送死啊！这个二叔平时闷不吭声，没想到还挺明事理。你给我好好干你的活，家里的事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。爹，既然你不同意三弟歇1年再考，那就想别的办法弄钱。反正我不同意把青丫头卖了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养了个不孝的玩意儿啊！娘，求求你了，占才的书修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您就把青丫头这门亲事退了吧。不嫁青丫头也行，那就把陈寒送进宫去，当太监换赏银，一样可以解决家里的困境。这个老妖婆，娘，小寒才8岁，送进宫那不是要了他的命吗？不行，我不同意，绝对不行！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们是要逼死我老婆子吗？你这个不孝子，我的肺！既然舍不得你闺女儿子受罪，不如你去吧。好，我去，我进宫。二大爹，你可别吓唬我！你撇下我们娘几个，叫我们可怎么活呀？那下贱的营生会被全村人戳脊梁骨的，咱陈家丢不起这个人呐！爹，儿子宁可丢人，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女儿去送死。
你也别道听途说，咱家青丫头是个有福气的，没准嫁过去，那李屠户就转了性子，会善待她呢。老话说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要是青丫头真被打死了，我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你别强迫青丫头了。青丫头，你看看，你都把你爹逼成啥样了？你要是还有点孝心，就别再折腾了。是你们，非要把我卖给李屠户，把我推进火坑，为难我爹的是你们，不是我。你们要是不想让我爹进宫当太监，就赶紧去把彩礼退了，让我三叔歇上1年再考。只要咱们一家人齐心合力，今年的苦日子一定能熬过去。那怎么行？不让你三叔参加院试，万一错过了今年的时运，明年还怎么考举人？我就不嫁。你别强迫青丫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进宫当差。你给我滚一边去！我丢不起这个人。这有什么丢人的？我看老大这个主意就不错。他竟然会同意我去当太监？我不是他儿子吗？啊，老婆子，你说啥呢？老头子，我说，既然老大舍不得青丫头，想自己扛，我看这事儿也不是不行。进宫当差也算是个好差事，吃得好，穿得暖，月月还有俸禄拿，可比在土里刨食强多了。你知道进宫意味着啥？那是要把命根子切掉的，没了那玩意儿，他还怎么给咱们老陈家传宗接代？咱老陈家还缺人丁，老大自己就一个小子，老二家有2个，老三家也有1个，都后继有人。既然青丫头不嫁，也只能如此了。爹娘，可不能让我大哥走这条路啊！就算我三弟不考秀才，又能怎样？咱们一家人在一起，比啥都重要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要是心疼你大哥，你去宫里也行。老妖婆，为了银子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竟然连亲生儿子都能舍弃。大哥，你就放心的进宫，家里只要有我在，一定不会让大嫂受委屈。老大呀，老三说的对，你明天就收拾收拾，去镇上报名，早点进宫，你三弟也能早点进学院读书。是啊，大哥，我们一定替你照顾好大嫂和孩子，你就放心去吧。孩子他爹，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团团圆圆，你就是能赚再多的银子，我和孩子们也不稀罕。你可千万不要抛下我们走那条路呀！爹，你再好好考虑一下。青丫头，爹也不想，可我不进宫当差，你爷奶上哪弄银子供你三叔读书啊？爹，我爷奶上哪弄银子供养三叔读书，那是他们的事，跟你没有1文钱关系。再说了，你是爷奶的亲生儿子，他们都能舍得让你去当太监。你要走了，我和我娘肯定会过得更惨，不止我会被卖给李屠户，就连我娘、我弟说不定也会被他们卖掉。你若是真在意我们，就绝对不能进宫。珊珊，女儿的话有道理，你若是不在，他们谁还会在乎我们呀？秀梅，青丫头，我不进宫了，我会永远保护你们。珊珊，你总算想明白了。爹，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再难的日子也一定会过去。你个贱坯子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不让你爹进宫，你就得给我乖乖嫁人，别再瞎出幺蛾。这样的话，我听了近20年了。爹，
我供养他这么多年，已经尽到了大哥的责任。如今他已经34岁，想要继续读书，就该自己想办法凑银子，而不是把主意打到我女儿头上。一派胡言！老三忙着攻读学业，你让他上哪儿弄钱去？你是我儿子，是占财的亲哥哥，家里有困难，你就有责任解决。把你闺女嫁出去怎么了？将来老三光耀门楣，少不了你们的荣华富贵。大哥，我觉得你说的太过分了。干点活能累死你咋的呀？咱们兄弟之间说这话可就没劲了。这要是换做你要考秀才，我当兄弟的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。你太让我寒心了。瞅瞅，你们都瞅瞅，老三这觉悟多高！老大，你好好学学，当大哥的得有大哥的样。让我跟老三学什么？学他自私自利，让他只放弃今年1年的科考，歇上1年都不行。学他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我恨我没早看清他这副面孔，让他作威作福这么多年，如今想让我卖女儿，你们想也别想。我爹说的对，我三叔就会吹牛皮、画大饼，他要真为家里着想，1年不参加科考能怎么的？和人命相比，不考他能死啊？没错，1年不考能咋着？依我看啊，就让我三弟也上山打柴，下地除草，也让他知道我们一家人供他读书啊，多不容易。看我怎么揭穿你的真面目。二叔的话我赞同，要是我三叔同意明年再参加科考，那就算明年年头还不好，不管是张屠户还是李屠户，我都答应嫁人，收了彩礼供他读书。爹娘，这简直是有辱斯文！儿子没日没夜的苦读，为的就是给咱们老陈家光宗耀祖，不让儿子读书科考，儿子宁愿饿死。娘，占才读书一点也不比大哥二哥干活轻松，不让他考，那不是要他的命吗？老婆子，你看这事儿咋办？咋办？老三苦读了这么多年，当然不能荒废学业，科考必须得参加。娘，你放心，儿子今年一定考上秀才，替咱家争光。好儿子，娘相信你。老大，既然你不愿意再供养你三弟，我提议把亲丫头嫁人，你也不接受，那你就从这个家里滚出去，我就当没生养过你这个儿子。以后老三有出息了，你也休想回来沾光。太好了，我正愁怎么分家，这老妖婆就亲自把梯子搭好了。娘，你不能因为老三读书就把我们撵出去啊！要是被赶出去，村里人的唾沫星子会淹死我的。娘，您消消气，被气坏了身子，都是儿媳的错，儿媳给您赔礼了。占山，娘也不是非要赶你们出去，你只要乖乖把青丫头嫁给李屠户，这事儿就算了。往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赚钱，供你三弟，等他考上秀才，你们也能跟着体面。那也不能卖了青丫头啊！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同意青丫头的婚事；第二，分家。你们给我搬出去！自此以后，我不是你娘，你也不是我儿子。娘，你这是要逼死儿子？哼，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既然你们无情，就别怪我无义。爹，既然奶奶要分家，那就分了吧。要是咱们再赖着不走，给我奶奶记住个好歹，您可真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了。闺女，你别乱说话。放心，娘不会让你奶奶把咱们撵出去的。娘，你别担心，就算饿死，也比被那李屠户打死强。再说了，我爹为了供三叔，万一哪天想不开，偷偷进宫当了太监，娘你舍得吗？分了家，你不怕挨饿吗？不怕，只要跟爹娘在一起，咱家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哼，一定是欲擒故纵。青丫头，你可想好了，分了家，你们就不再是我陈家的子孙。以后你三叔考上秀才，免减赋税，免征徭役，可都跟你们没半点关系。什么狗屁秀才，我才不稀罕。若我想，我小弟陈寒一样能考上秀才。青丫头，就凭你，镇上学堂1个月就要2两银子束修，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。不就是2两银子？这么多年我爹赚的钱都给我三叔教束修了，这钱拿来供我小弟不好吗？为啥要把宝压在一个考了10多年都考不上秀才的人身上？死丫头，你说什么胡话？老大，今天你给个痛快话，是把青丫头嫁给李屠户，还是你们给我滚出去？娘，儿子不孝，不能在您和父亲面前尽孝了，望爹娘多加珍重。好得很！你竟然为了一个赔钱货，连老娘都不要了！娘，是
是您不要儿子了，儿子哪舍得离开您呢？老大可是干活主力，他要是真走了，田里山上的活谁干？老婆子，你先消消气，家岂是说分就分的？咋不能分？留着他们这些吃干饭不干人事的干啥？趁早分出去，饿死活该！哎呀，不行，老大走了，谁供我读书？娘，您千万要冷静，不能分家呀！娘，展才说的对，可不能分家呀，分了家要被村里人笑话的。跟我斗，等把你们撵出去，给你们2亩沙地，饿个半死，还不得乖乖回来求我？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。老大，既然你已经决定搬出去单过，娘也不为难你，该给你的不会少给你，不是你的你也没权利争取。娘，你说吧，咋分儿子都没意见。奶，这么多年我爹在家里干的活，吃的苦比谁都多。既然你说不为难我们，就希望你能一碗水端平，别说一套做一套。那是自然。人老奸，马老花，这老妖婆心里早就想好怎么坑我们了。口说无凭，既然要分家，就得有见证人，立下字据才能生效，免得以后狗扯羊皮，丝扯不清。死丫头，心思这么缜密，就先让你蹦跶几天，等你们吃不上饭了，我非得让你跪在地上求我不可。好，依你。爹娘，我这就去找李正，让他过来帮着立文书。去吧，见到李正说话客气点。亲丫头，你这狼追狗撵的，着急忙慌干啥去？二婶儿，我去找李正，咱们家要分家了。分家好啊，不用再供养老三一家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李正叔，您在家吗？是青丫头啊，有事儿吗？李正叔，我奶要跟我们大房分家，想请您过去给做个见证。分家？哎，陈老太那么偏心三房，分家也是迟早的事儿。走吧，我跟你过去一趟。咋了这是？真要分家？以后各过各的？小声点儿，娘给青丫头找了门亲事，大哥不乐意，娘发火要把大哥一家撵出去。这不是好事儿吗？姑娘大了，早晚得嫁人，许给谁家了？让你大哥这么大反应？清水镇李屠户。李屠户那不是出了名的活畜生吗？嫁给他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哎呀，谁说不是呢？要不以大哥那老实性子，哪敢跟娘顶嘴啊？这回啊，是真把老实人逼急眼了。一天到晚啥活不干，就知道读书。现在倒好，为了钱把主意打到亲侄女身上了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可这要是分了家，老大一家可咋活啊？娘，您生这么大气干啥？气坏了身子多不值得。要我说，青丫头不愿意嫁就算了，这家可千万不能分呐。算了，你说的轻巧，不分家那都让他骑我脖子上拉屎，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一个死丫头。娘，您说的都对，可这要是分了家，大哥一家不得饿死啊？饿死他们活该。李正来了。李正，快请坐。都在呢，到底咋回事儿？非要分家？李正，不怕你笑话，这家是我要分的。老婶子，这年头分家，老大一家的日子恐怕不好过。老大，你可想好了，战才要是考上秀才，朝廷减免赋税徭役，可就跟你们没半点关系了。李正，分吧，要是不分，青丫头就得嫁给李屠户，那不是白白送死吗？就算饿死，我也不能让女儿被打死。李正叔，您就写分家文书吧，什么秀才不秀才的，我们大房不稀罕。我爷奶这么偏心，就算三叔考上状元，也跟我们没关系。明年开春，我就送我弟去镇上读书。你个死丫头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！我倒要看看你们离开我能蹦跶几天！分，现在就分！老婶子，那你打算怎么分？田地、粮食？粮食？谁家还有余粮？就剩一袋子米糠，给他们一半。老三媳妇，去把东屋墙角那半袋子米糠拿出来。青丫头，三婶劝你一句，赶紧给你奶奶磕头认错，乖乖等着当新娘子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别到时候跟条狗似的，舔着脸回来要饭吃。哼，你放心，就是要饭也要不到你家门上。倒是你们，别等我们家发财了再来后悔。哟，口气还不小，我们能后什么悔呀？老婶子，那银钱呢？我们家一文钱也没有。既然没钱，我们也不要。但当着李正的面，
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你收了李屠户50两银子，我不嫁，这钱你理应退回去。以后李正来找麻烦，跟我们大房没半点关系。那是当然，不用你担心。好，有你这句话就行。李正说，也请您给做个见证，免得有人以后忘了今天说过的话。好，青丫头，这个证人我当了，日后若是有人拿这事儿要挟你，我自会替你澄清。老婶子，那你打算分给占山哪块田地？西边山坡上的2亩沙地归老大家。西沙那边都是沙地，恐怕一家5口连吃的都不够啊。能给他们2亩地，已经是我心善了。娘，西山那地儿今年连颗庄稼都没出，您这是要饿死儿子。沙地长不出粮食，不过算了，只要能分家就好。以我的医术，绝对能够发家致富。你宝贝闺女不是说了吗？分家后就能发大财，你还怕饿死？等着跟你宝贝闺女享清福吧。李正，我们家房子不多，隔壁那2间牛棚就分给他们栖身，他要是同意，你就写文书吧。占山，青丫头，半袋子米糠，2亩沙地，2间牛棚，你们要是觉得分得合理，我就写分家文书，按了手印儿，可就生效了。等一下，李正说，分家得算清楚。鸡窝里那4只母鸡，一直是我和小韩捉虫喂大的，得分我们2只。想得美，那是留着给你3叔下鸡蛋补身子的。奶，你偏心，那是我和姐养的，凭什么不让我吃？小兔崽子，还想吃鸡蛋？吃屎你都不配！拿着，今晚姐给你炖肉吃。你个死丫头，那可是下蛋的鸡。下蛋的鸡怎么了？没都杀了，是给你留面子。你要是觉得少，我不介意把那2只也宰了，你看我敢不敢？好了，李正说，您可以写文书了。好吧，自今日起，老大陈占山自立门户，各行其事，各安生业，各不相谋，不许反悔争执，恐后无凭，立字为据。你不孝的混账东西，为了个死丫头，居然敢跟我作对，白眼狼！早知道生下来就该掐死。李正，你先等等，这玩意儿不能这么写。老婶子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我刚才想了想，分家太便宜他们了。既然老大不忠不孝，我就当没生过这个儿子。我要和他们一家断绝关系。李正，你再受累，给写个断亲书。断亲好啊，这个老妖婆为了她3儿子能读书，啥奇葩事都能干得出来。断了亲，刚好断了后顾之忧。老婶子，你糊涂啊！哪有跟亲生儿子断亲的？这事儿你可得三思啊！娘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？好端端的，咋还要断亲？是啊，娘，你是不是气糊涂了？这要是断了亲，以后还咋卖那丫头啊？你俩别说话。老大，念在母子一场，娘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要是现在同意把青丫头嫁给李屠户，你还是我儿子。你好好想想，现在这年纪，你自立门户能活几天？要是执迷不悟，到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占山呐，你娘说的对，你3弟将来是要当大官的，到时候你也能沾光，过上锦衣玉食的好日子。你要是一意孤行，以后可就别想让你3弟帮衬你。爹娘，老3的前途就真的比青丫头的命还重要吗？要是今年歇1年，所有的事情不就都解决了吗？你们为啥要这么逼我？呸！一个赔钱货，哪能跟你3弟的前途比？俗话说，姑娘外向，死了外葬。你咋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？娘，你要断亲，儿子如你所愿。老婶子，你可想好了，免得将来后悔。我后悔啥？后悔的该是他们。等我家老3中了秀才，以后就是举人老爷，吃朝廷俸禄的。断，必须得断！我不缺这样的儿子。李正，既然大房不愿意跟着我享福，你就快点写断亲书吧。李正说，既然我乃执意要断亲，那我们也不强求了，免得显得我们大房有所图谋。爹娘，儿子不孝，以后不能再跟前尽孝，你们都保重。滚！
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我倒要看看你们离开我能有啥好日子过。你放心，我们再也不会碍你的眼。倒是你，以后没人像我爹一样给你当牛做马，没人像我娘一样伺候你们一日三餐。这些活儿，您就自个儿干吧。我错了，不，他们活不下去的，要不了几天就会跪下来求我原谅。死丫头，有你哭着回来求我的一天。青丫头，刚分家的日子不好过，多安慰安慰你爹娘，有啥难处就去我家找我。李征说：“今天多谢您了，这只鸡您拿着。”这可使不得。李征说：“您就收下吧，若不是您主持公道，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”谢谢青丫头。就这还想把日子过好？真是个败家的玩意儿！那么大一只老母鸡，你说送人就送人，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爷爷？你是谁爷爷？段七叔都按了手印，我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。我家的事轮得到你们管吗？别没事乱冲大头！你，老头子，你可别吓我呀！爹，你没事吧？你可别吓我！滚！别假惺惺的当好人。我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！你个不孝的东西，滚一边去！你要是还认他这个爹，就把那个赔钱货给李屠户送去。都到了这个时候，还在算计我闺女。青丫头，收拾东西，咱们搬去牛棚。好，姐，咱们真的要搬出去住吗？奶真的不要咱们了？对，以后咱们就是两家人了，分开过。为啥呀？因为他们要把我送给一个坏人，那个坏人可能会打我，爹娘不同意，所以奶就生气，把我们赶出来了。我也舍不得姐姐被坏人打，谁要是敢打你，我就跟他拼命。小韩，跟着姐住牛棚，你怪我吗？不怪，搬出去很好呀，再也不会让陈继业欺负了，也不会有人跟我抢肉吃了。姐，那今天咱们能吃鸡肉了吗？也不知道鸡肉是啥味道，天天听陈继业说蒸蛋又滑又嫩，鸡蛋都那么好吃，鸡肉会不会也是甜的？鸡肉的味道可香了，今晚上我就做给你尝尝。姐姐，我现在就给你做。没有锅呀，我得回去拿一个。青丫头，找啥呢？二婶帮你。二婶儿，我来拿几个碗和一口锅，不然我们晚上没法煮饭。哎呀，应该的，这里有口旧锅，虽然破了点，好歹能用。我再给你们拿4个碗，4副筷子。老二家的，你干啥呢？娘，我给青丫头拿些锅碗。你给我放下！已经分了家断了亲，只要是断亲书上没写的，一根草都不准他们拿走。可是娘，没有锅碗，大哥一家咋煮饭啊？谁是你大哥？那是他们的事，用得着你操这份闲心？青丫头，婶子帮不了你了，无非是想逼着我们一家回来求你，做梦。没事儿，二婶儿，我再想办法。青丫头，他们没给。没有，没事儿。今天咱们先对付一晚，干明儿个娘再想办法。没有锅还咋炖鸡啊？这么热的天，明天这鸡该臭了。你呀，就知道吃。不过别担心，我有别的办法。真的？你们看好了。姐，好香啊！我好像已经闻到鸡肉味了。小馋猫，还要再等一会儿呢。二嫂，你说娘是不是存心刁难人？竟然让我跟你学做饭，我哪儿干过这种活呀？看见锅碗瓢盆我就头疼。凤娇，你也甭抱怨了，要不是为了你家男人读书，婆婆能想着卖青丫头？要是不卖青丫头，也不至于闹到分家又断亲的地步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3房而起，你呀就熬着吧。你少说风凉话，说的好像你不吃饭似的。不管怎样，我可没想着卖人家的姑娘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们2口子似的，自家闺女当宝贝疙瘩宠着，打别人家孩子的坏主意？要我看，分家就对了，免得赚了钱也喂不熟你们3房这样的白眼狼。你欺负人，我告诉婆婆去。臭不要脸的！我不喂你们吃喝，看你们能蹦跶几天，以后休想再登我陈家的门，饿死你们这些没良心的狗杂种！娘，您先消消气，别骂了。
现在咱们跟大房写了断亲书，那李屠户那边咋办呢？彩礼都收了，不能真退回去吧？退啥退？谁说要退了？这不离商量好的日子还有10来天吗？不急，过几天再说。哎呦，我的亲娘，这都火烧眉毛了还不急呀？我就想不明白，你吓唬他们一下就行了，咋还真断亲了？以后咱们还咋卖亲丫头？这不是自断财路吗？瞅把你急的！你想想，就那小半子米糠，够他们几口人扛几天？我这么做就是让他们长长记性，到时候他们得跪着来求我，我就是让他们去死，他们也得乖乖听话。娘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可万一他们私自给亲丫头许了人家，那咱们不就抓瞎了？要是真那样，咱们就去给亲丫头造谣，泼脏水，说她不正经，看看到时候谁家愿意娶个破烂货啊！娘，还是您聪明，他们是逃不出您的手掌心喽。你们一大清早的吵吵闹闹干啥呢？烦死人了！哎呦，我的小姑奶奶，这天都黑了，还当是大清早呢。咱家都快乱套了，你还能睡得着？乱套？乱啥套？你大伯一家和咱家断亲了。啥？断亲？这是哪个缺心眼提出来的？闹积水了，大伯走了，谁养我们？你这丫头胡说啥呢？是你奶奶提的。啊，对不起奶奶，我不知道。行了行了，你快宽宽脑子，别张嘴就胡说八道。奶奶，我饿了，我要吃好吃的。真香啊！奶奶，你是不是炖肉了？炖啥肉？是隔壁那家白眼狼在烤鸡吃呢。啥？他们吃鸡肉？奶，你这是越老越糊涂，咋能把老母鸡给他们吃呢？若兰别急，用不了几天，你大伯就得跪着回来求奶奶，到时候把那个小白眼狼一嫁人，奶给你买10只老母鸡吃。不行，我今天就要吃鸡肉，我都好长时间没吃过肉了，你赶紧去给我要回来。咱们现在跟他们已经断亲了，奶咋好赖着脸皮去要啊？我不管，我不管，以前有好吃的都先给我吃，今天我就要吃鸡肉。若兰，别耍性子，你这不是为难你奶吗？不行，我今天就要吃好吃的。哎呀，不哭不哭，我的宝贝孙女啊，奶奶柜子里还有几个鸡蛋，奶奶一会儿给你炒着吃，让你解解馋，这总行了吧？我还要吃鸡蛋糕。行行行，奶奶都答应你。快尝尝吧。姐，这就是肉的香气吗？真好闻啊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快掐我一下。疼不疼，小馋猫？这可不是做梦，快吃吧。哇，这就是鸡肉，太香了。换做以前，但凡有点好吃的，都轮不到我们大房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现在，总算能吃点好的了。爹，娘，你们也快尝尝我的手艺。好吃。闺女，你手艺真好。姐，我从来都没吃过这么饱，明天我们还能吃这么饱吗？当然能。从今往后，咱们一家人只要一起努力，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。青丫头，你说的对，明天我就去清水镇看看，找个活干。当家的，辛苦你了。明天我也要跟着去镇上一趟。凭我的医术，赚钱养家应该不是难事。啊，我也要吃鸡肉，这破鸡蛋我不爱吃。就是，凭啥他们能吃鸡，我们就不能吃？奶，你是不是不疼我了？把老母鸡给了陈汉那个小王八蛋，我也要吃鸡。娘，他们不吃，我想吃。大宝小宝，快吃，
你们若兰姐和基业弟吃腻了，你们趁热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你也快吃，老大分出去了，以后这家里上山下地的活都得你一个人干，不吃饱哪来的力气？你发什么疯？我跟你爹都还没动筷子，你就敢把菜给分了？还有没有规矩？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娘？娘，不就是一盘鸡蛋吗？至于这么大呼小叫的？若兰和基业金贵天天吃都吃腻了，我给我家大宝小宝解解馋，怎么就不行了？解馋？你那是连窝端！连窝端咋了？娘，你也太偏心了！以前鸡蛋都进了三房的肚子，凭什么我们二房就得眼巴巴看着？我为了这个家掏心掏肺，任劳任怨，吃口鸡蛋就跟要了我的命一样，这日子过得太憋屈了。分家，大房都不怕挨饿，我们二房也不怕。娘，若兰和基业是您亲孙子，大宝二宝就不是啦。老三没考上秀才呢，您就偏心成这样。他要是真考上了，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哥哥吗？我媳妇儿说的对，既然您瞧不上我们二房，不如就分出去当过。反了，一个个都想反了天了。二婶，就算我不爱吃，也不能全给大宝二宝吃吧？爷爷奶奶一口没吃呢。奶，您别生气，气坏了身子可怎么办啊？还是我们若兰知道疼人。好啊，你们这群白眼狼，翅膀都硬了是吧？想分家？行，我现在就去叫李正来，你们都给我滚出去当过。老二，你想清楚了，老大家分了半袋子米糠，能不能活过这个月还两说。你要是真想分，我也不拦着，半袋米糠，2亩沙地，拿去，以后咱们就是两家人。老三将来飞黄腾达，你的儿子也别想沾上半点光。不行，米糠那玩意儿，猪都不爱吃。娘，您看您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儿子跟您开玩笑呢，你还当真了？我孝顺你还来不及，哪儿舍得走啊？算你还有点良心。真是够了！家里这些喂鸡喂鸭的粗活，竟然要我和孙氏那个蠢妇轮着干。我这双手是未来秀才娘子的手，现在倒好，又粗又黑，跟个乡下婆子有什么区别？娘，咱们到底什么时候回镇里啊？天天吃那辣嗓子的糙米饭，我真是一口都咽不下去了。着什么急呀？忍着吧，等你爹的书院开课，咱们就能回去了。忍，要忍到什么时候啊？要是书院一直不开课，我们就得在这破地方待一辈子嘛。在镇上的时候，咱们顿顿有肉吃，现在呢，天天吃什么糙米饭，这种苦日子，我一天都不想过了。你这孩子是委屈你了，可你奶不是天天给你开小灶吗？家里的鸡蛋都进你肚子里了，怎么还不知足？娘，你还当那破鸡蛋是什么好东西？我现在打嗝都一股鸡屎味儿，看着就反胃，恶心死了。我要吃精米白面，要吃妙香楼的炒菜炖肉。闭嘴，越来越不像话。整个南山村除了咱家，谁家舍得吃鸡蛋？都留着换钱呢。你倒好，还嫌弃上了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以前爹放假，咱们不都在镇上住吗？为什么今年非要回这个狗不拉屎的地方？我就要回镇里。好了，若兰，别哭了，是爹不对，不该说重话。可你也知道，今年年景不好，家里没余粮，你爷奶哪拿得出那么多银子让我们去镇上住？难不成你想跟着爹去街上要饭吗？我不要，爹，我奶不是有50两银子吗？那是卖了堂姐的钱，早晚都是要给我们的。你现在就要过来，咱们不就有钱回镇里了吗？占才，我觉得若兰说的对呀，这样的日子我也受够了。我也知道镇里好，可咱娘那脾气，你们再忍忍，等大伯一家在外头过不下去了，自然会回来求饶。到时候把那死丫头送去李屠户家，咱们不就能回镇里吃香喝辣了？占才，不行，夜长梦多，我们必须尽快走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傻呀？那50两是卖青丫头的钱，可你娘又跟大房断了气，万一大哥一家宁愿在外面饿死也不回来低头呢，这门亲事不就黄了吗？到时候娘不得把银子还给李屠户？不会吧，
咱娘做事向来有分寸，半袋子米糠，大哥一家能撑几天？你这个书呆子，万一他们去逃荒了呢？你想过没有？到那时候，别说50两银子，你连书院都进不去。对呀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怎么就没想到？不行，不能再等了。要是这50两银子退回去，咱们就真没指望了。可是我该怎么跟咱娘张这个口呢？爹娘最疼你，对你的话想来是深信不疑。你现在就去跟他们说，书院马上要开课了，他肯定会把钱给你。只要钱一到手，咱们马上就走，回镇里过好日子。高，实在是高。那我过2天就去跟娘说，凤娇，你和若兰再委屈几天。还过2天，等李屠户家来退了期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你现在就去，这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？沈青青要是不嫁，奶奶他们会不会把主意打到我身上？爹娘这对女虫，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。爹，你就听我娘的吧，赶紧去跟奶要钱，咱们明天就回镇上享福去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娘，你睡了吗？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啥事？说吧。娘，书院马上就要开课了，儿子打算明日一早就动身去镇里。老三，田价不是还有半个月才完吗？你这么着急干啥？去镇里一天到晚都得花钱，再等几天吧。娘，这咋能不急呢？占才今年可是卯足了劲儿要考秀才，他回来前就跟书院的夫子打好了招呼，夫子特意交代要提前给他补课呢。咱们要是不去，不是服了夫子的一片好意？哎呦，书院的夫子要给占才开小灶，那可得赶紧去。对了，把家里那半袋粟米给夫子送去，表表感谢。娘，昨天分家，您不是说家里没粮了吗？哪来的粟米？嘘，小点声，这粟米是娘偷着给你攒下的，你大哥二哥都不知道，这可是好东西，拿去给夫子，咱家有面子。我就知道娘最疼我了，等儿子以后考中了秀才，一定好好孝顺您二老。好，我儿有心了。娘，这粟米我看就别给夫子了，等明年我考中了秀才，直接赏他几吊钱就行了，比送粮食体面。真是笑话，哪有给夫子送粮食的？我要是真拿去了，不得被同窗们笑掉大牙。还是我儿想的周到，这年头啥都没银钱好使。老头子，你快过来。老婆子，啥事儿啊？老三明儿就要去镇里读书了，你赶紧的把那半袋子糙米，咱屋柜子里的2斤白面，还有那半袋粟米，再拿5个鸡蛋，都给老三他们带上。你这是要把家底儿都搬空啊？都给他们了，咱们在家吃啥？吃啥？家里不是还有米糠吗？掺着野菜也能对付几个月。再说你和占良可以上山打柴，到冬天一卖，不也能换粮食？老婆子，收起你的偏心眼儿吧！老大一家被你撵出去了，往后这山上的柴谁去砍？他要是不回来，别说卖钱了，咱家冬天烧火都成问题。你就等着喝西北风吧！你胡说八道啥？啥叫不回来？我给他的那点米糠，撑死吃2天。2天后他要是不回来求我，我尿泡尿浸死我自己。娘，你也太偏心了！这粟米你宁可留给老三，都不肯分给大哥家一点，你这是存想饿死他们！我偏心？我今天就偏心了。能咋的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这个家好。等以后你3弟功成名就，你们不都得沾他的光？就是二哥，你这人就是小心眼儿，为这点东西斤斤计较，目光短浅。你等着，等兄弟我有了本事，这点东西加倍还你。老三，你咋跟你二哥说话呢？啥叫小心眼儿？啥叫斤斤计较？这些年家里好吃的好喝的，哪样不是进了你们一家的肚？我们跟着吃糠咽菜，你不知道感恩也就罢了，还觉得我们是应该的。沈占才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二嫂，我就是随便说说，你咋还发上脾气了？三弟啊，不是二嫂说你这么多年，咱家砸锅卖铁的供你读书，图个啥？不就是图你能早日当个官儿，让家里人跟着享点福？我们苦点累点都认了，可你得知恩图报，别把我们当傻子，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。二嫂，这个自然，你们的付出我都记在心里。二嫂你放心，等我考上秀才，咱家的赋税就能免了，日子肯定越过越好。这大饼画了10几年了，还没画够。老三，二嫂就再信你一回，你要是开春能考上秀才，那皆大欢喜；要是考不上，以后二嫂可不会再从牙缝里给你挤钱读书了。可恶，竟然敢威胁我！二嫂放心，我这次一定能考上。听见没？我儿子都这么保证了。
儿啊，明日你们就走，千万别耽误了学业。娘，儿子知道家里现在难，儿子走了，家里就辛苦爹娘和二哥二嫂了。我儿说的这是啥话？你只管安心读书，家里的事不用你管。儿啊，家里不富裕，这些钱你先拿着，应该够你们一家人的开销了。才25两，吃香喝辣的是够，可要是去春风楼找如花姑娘听个小曲儿，连塞牙缝都不够。不行，出门在外，钱必须带足了，可不能在同窗面前丢了脸面。娘，这些银子读书的费用是够了，可儿子最近认识一位先生，听说他科考押题特别准，儿子想去打点一番，这样明年的科考把握也能更大一些。还要花钱？娘，您还琢磨啥呀？俗话说，再穷不能穷教育，再苦不能苦咱占财呀。我也不是不给钱，这25两你们先花着，花没了再回来拿不就行了？非得一次都带走？娘，你看你这就不懂了吧？占山是去镇上读书，不是游山玩水，哪有时间总往家跑啊？这一来一回多耽误事儿啊！没事儿，娘可以给你们送去，还能顺便看看你们呢。我的娘，可不能让这老太太去镇上，要是让她发现我们天天大鱼大肉，不得骂死我呀！娘，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可我们哪担待得起呀？您这老胳膊老腿的，跑那么远的路，我们不放心呢。再说了，您要是去了，占才哪还有心思读书？肯定陪您说话呀。为了占才能光宗耀祖，我看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我们安心在镇上，您安心在家，断了这些不必要的往来才好。是。老婆子，我看老三家的说的有道理，咱们还是别去打扰孩子读书了。那好吧，银子都给你们，可得省着点花，咱家真没余粮了。哎呦，我的亲娘嘞，您就把心放回肚子里，我跟占才保证把1文钱掰成2半花。慢着，娘，说句儿媳妇不该说的话，这钱现在可不能动。青丫头那事儿还两说着呢，你这会儿把钱给了老三，等李屠户来退亲，你拿啥退给人家？二嫂，你说的这是啥话？青丫头早晚都得嫁过去，还能退啥亲？三弟，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？大房一家都被娘撵了出去，还写了断亲书，那就是形同陌路，还想把青丫头卖给李屠户？你做梦呢！你好好干你的活得了，这是你应该操心的吗？娘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啥叫我不该操心？要是哪天人家堵着门来要钱怎么办？呸！你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玩意儿！人家要查钱，青丫头早晚得下，信我的准没错。你就等着将来跟你三弟享福得了。娘，我认为翠琴说的在理。这么多年，你偏疼老三我也认了，可你不能为了他，把事情做得这么绝。万一你摆不平李屠户，我看你咋办？你也别1哭2闹3上吊，这招啊对我大哥好使，对我不管用。丑话说在前头啊，你要是执意把钱给老三，以后堵不上这个窟窿，别想打我们二房的主意。你们两个没良心的玩意儿，外人的话你们信，娘的话你们当放屁。没把握的事我能干吗？等着，你们就给我等着。老婆子，占两口子的话，你还是好好琢磨琢磨吧。爹娘，明年春试我一定能考中，可要是没有钱打点，我这么多年的书不是白读了？行了，都给我闭嘴！这事就这么定了，银子必须给老三带上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我就知道娘最疼我，等儿子考上秀才，一定好好孝顺您。我儿的话，娘信。这样，明早娘再把银子给你们，你们先回屋去吧。占才啊，到了镇里可要加倍努力，万万不能偷懒。娘这张老脸能不能在村里抬起来，可就全指望你了。
你莫要让为娘失望啊！娘，你放心，儿子心里有数。要是不给您考回个秀才，儿便没脸再见您。出门在外，千万别不舍得花钱。娘不在你身边，记得照顾好自己。娘，有凤娇在呢，这些事儿不用您操心。若兰和季野还小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隔三差五记得给他们煮俩鸡蛋吃。到了镇上，天天大鱼大肉，谁还稀罕那俩鸡蛋？娘真是没见过世面。娘，我是去读书的，哪有闲心管孩子这些琐事？这都是凤娇的事，您跟她说去。娘，我听见了，您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绝不让您的宝贝孙子孙女受一点委屈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娘就放心了。凤娇啊，所有银子都在这儿了，战才是咱家的希望。到了镇上，该花的钱别少，不能亏着他，知道吗？娘，儿媳知道了，您放心吧。你们还有完没完啊？小弟子，怎么不等他们了？你这孩子，着啥急呀？没看我还跟你奶说话呢。呀，行了，别说孩子，若兰还小呢，再大点儿就懂事了。哼，还小，都快嫁人了，还耍小孩子脾气，都是您老给惯的。我亲孙女，惯着应该的。行了，赶紧上路吧，别耽误了时辰。谢谢娘，那我和战才就走了。我的好儿子，娘为了你可是下了血本，你可千万要争气呀！娘的后半辈子可就全指望你了。哎呦，老嫂子，赵媒婆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当然是喜风啊！老嫂子，你快看，我给你把谁带来了？我的亲娘嘞！这碎嘴的婆娘怎么把这个祖宗给招来了？这不成心恶心人吗？大妹子，昨天才刚收了彩礼钱，今儿个她来干啥？哎呦，老嫂子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你孙女婿到我们村买猪，非得央求我带他来认认门儿，我这不就领着他来了吗？奶奶，孙女婿来看您老人家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，这嘴是吃了屎吗？这么臭！哎呀，我的好孙女婿真是有心了，快进屋歇歇，屋里说话。多谢奶奶好意，我就不进屋了，看看您就走。既然这样，那看也看了，我就不留你了，你该忙啥忙啥去吧。不急不急。老嫂子，你这未来的孙女婿啊，孝顺，想着过来看看您，顺便问问啥时候把你们家亲丫头给他送过去呀？大妹子，这事不急，离说好的日子还有2天呢，到时候我自然会把人送过去。老嫂子，我这老婆子是不急，可你孙女婿啊，心里长了草，恨不得马上就把你孙女领回去换被窝呢。好奶奶，我听赵媒婆说，青丫头长得跟仙女似的，这些天我觉都睡不好，满脑子都是我未来媳妇儿。您就让孙女婿瞧上一眼，就一眼，我马上就走。这不是成心添乱吗？我现在上哪儿给他找人去？不行，得赶紧把这活畜生打发走。你这人真不懂礼数，哪有没成亲就看新媳妇的？这不是胡闹吗？啥叫胡闹？我李屠户以前娶3房媳妇儿都是提前开了眼的，怎么到你家就这么多穷讲究？
老嫂子，你就应了吧，早看晚看，早晚都是他的人，看一眼又不少块肉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哎呀，孙女婿，你就先忍几天，到时候我保证把青丫头完好无损的给你送去。怎么个意思啊？推三阻四的，你是不是收了银子？你想赖账？看你说的，我们家哪能赖账？完了完了，这畜生要发火了！我要是惹毛了他，他真敢动手打我。可现在去叫青丫头，他也不会来，反而要露馅儿。孙女婿，你别急，青丫头她什么他？你个老家伙磨蹭什么？没耍赖就赶紧把人喊出来！赶紧把人给我领出来！哎呀，死老头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说啥呀？老婆子，快看，青丫头在牛棚那儿呢，正好让她看一眼，打发她走。孙女婿，你快看，那就是你将来的小娘子。好美！天哪，这哪是人，分明是仙女下凡！这身段，这线条，带劲儿，比我以前那几个短命婆娘强太多了。这次娶过门，下手可得悠着点儿，可不能再给整死了。孙女婿，人你还满意吧？满意，满意。真是太美了，太满意了！满意就好，看也看了，你就赶紧回去等着当新郎官吧。这狐畜生怎么还不走？要是让他知道老大一家已经分出去了，这事就麻烦了，得赶紧把他弄走。赵妹子，人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也不留了，赶紧领着我孙女婿忙去吧。不，还不能走。来都来了，我得去看看我老丈人。哎呦，我的孙女婿啊，这还没成亲呢，不合规矩，快去忙吧。是啊，孙女婿，你奶奶说的对，你踏实等几天，我们保证把人给你送过去。你们这两个老东西会不会说话？丑女婿见丈母娘，早晚的事儿，我去看看能怎么着？真是穷讲究。老嫂子，你这是干啥？青丫头早晚是李家的人，看看咋了？人家小两口提前见个面，不是好事儿吗？推三阻四的，有鬼啊！赵媒婆，那凶神恶煞的男人，想必就是李屠户了。幸好已经断了亲，否则真不知道这帮人还会做出什么恶心事来。娘子，夫君来看你了。谁是你娘子？嘴巴放干净点。咋会乱叫呢？你就是我娘子，我就是你未来的夫君呀！臭流氓，不许你欺负我姐姐，你快走！小兔崽子，叫谁臭流氓呢？我是你姐夫，不想挨揍就滚一边去！你胡说八道，我没有姐夫，你给我出去！小王八羔子，皮痒了是吧？看我今天不抽你！姐，放开我弟弟！哟，小娘子还不怕我？我要是不放呢？不放，我就先废了你这条胳膊！哟，娘子，快松手！你这是摸到我的脉门了，酥酥麻麻的，还挺舒服。等成了亲，也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，保准让你爽歪歪！闭上你的臭嘴，再敢胡说八道，我立刻废了你！好，不说了，快松手，疼死我了！识相的就赶紧从我家滚出去，不然我马上就去报官，告你私闯民宅。娘子，话不要说的那么严重。告诉你，老子已经下了聘礼，就是县太爷来了也不好使。你就乖乖的等着跟我成亲，到时候我一定好好疼爱你一番。青丫头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放心，我没事。娘，
我姐姐刚才可厉害了，她一招就把那个坏人给制服了。好啊，没事就好。别想伤害我女儿！原来是岳父岳母大人，请受小婿一拜。谁是你岳母？赶紧走，不然我们可真曝光了。我女儿清清白白，不曾许配给任何人，别满嘴混气，污蔑我女儿的清白。给你们脸了是吧？好好跟你们说话，你们跟我在这玩虚的，告诉你们，别逼老子犯浑，急眼了，我非打得你们满地找牙不可。太猖狂了，给我滚出去！李屠户，你别在这耍威风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们家不曾收到过任何人的彩礼，你把银子给了谁，就去找谁要你的新娘子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而且已经和他们一家断了亲，别再来打我的主意，不然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啥？断亲？你个老不死的，是不是玩我呢？我的好孙女婿，奶哪能骗你呢？你给我滚一边去！你个老东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收了彩礼想放老子鸽子？告诉你，我李屠户不怕天不怕地，就怕找不着人撒气。你们要是敢玩我，小心老子扒了你们的皮！哎呀，我的孙女婿，瞅瞅你说的，这叫啥话？我咋敢放你鸽子？这青丫头正和我闹别扭，还有点不好意思，所以说了气话。你别往心里去，我答应的事绝对差不了，你就回家等着搂新媳妇吧。我说老嫂子，既然你家都断亲了，不想结这门妻，那就赶紧的把银子退给我们，我们也不再纠缠。赵妹妹，你咋也跟着添乱？咱俩认识这么多年，我3个儿媳妇都是你给保的媒，我的话你还信不过？你赶紧劝劝你大侄子，再容我几天时间。大侄子，你看这事儿也好，我就信他一回，不过别让我失望。孙女婿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回家等你的好消息。这事儿你可得抓紧办。放心，一定让你满意。大侄子，那咱就回去吧。好，咱们走。你给我站住！你要干啥？干啥？我提醒你一句，现在我家和你们老陈家已经彻底断亲，没有任何关系。再有下次，我就到官府告你们去，让你打官司吃牢饭。你个死丫头，少在这吓唬我！你个不孝的东西，瞅瞅你教出来的孩子，竟然和长辈这样说话，真是大逆不道！我家的事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我闺女说的对，咱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在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，不许你再踏入我家半步。总算到了，爹，这清水镇看着是不远，走起来可真够呛的。该锻炼身体了，青丫头，你看镇上多热闹。确实。青丫头，你就在这儿待着，我去码头看看有没有活干。下午爹回这儿找你，你可千万不要乱跑，免得遇到坏人。爹，我晓得的，你放心去，活别干太累的。好，爹知道。爹估计心里也没底，看来一切只能靠自己了。姑娘，看病还是抓药啊？可带了药方。小二哥，我不看病也不抓药，我想见见你们东家，方便引荐吗？那位坐诊的苗大夫就是我们东家，等他开完了方子，你直接过去就行。谢谢小二哥。苗大夫，我到底是啥病啊？为何最近老是觉得胸口发闷，没有食欲？夫人不必忧虑，你这胸闷是气滞所致。我给你开上几副汤药，按时吃上3天即可见效。苗大夫果然妙手回春。实不相瞒，我前2日确实和我家相公拌了几句嘴，从那天起就胸口发闷。请到那边，小二会给你拿药。多谢苗大夫。姑娘可是要看病，是哪里不舒服？苗大夫，我不是来看病的，实不相瞒，我对医术也有研究，想问问您这里招不招做唐大夫？小姑娘，老夫自幼习医，苦学20余载，才敢坐堂问诊。你年纪轻轻，口气倒是不小。苗大夫刚才开的药方有槟榔、陈皮、三苓、鹅木、厚朴、牙皂、木香、2炒研成细末，每服1钱，每日2次，温开水送服。这副药方乃是开胸顺气方，消积化滞，气郁不孕，胃脘疼痛、膨门胀满之功效。不知道
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这姑娘倒有几分意思，不过很是抱歉，我店里并不缺人。苗大夫，既然店铺里不缺人，那可收购草药。寻常药材倒是不需要，不过姑娘要是能采到人参，我们店有多少要多少。谢谢苗大夫，要是我能采到，一定来卖给你。居然不缺做唐大夫，看来这条路行不通了。想要赚钱，还得想别的办法，真是白瞎了我这一身医术，竟然无用武之地。实在不行，就只能进山挖人参了。当家的没找到码头的工作。清水镇闲人太多，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比比皆是。我这个年纪的人，人家连看都不看一眼。青丫头，爹无能，让你们受苦了。今年咱家地里旱得没长庄稼，一粒粮食也收不到，到了冬天更是不好。要不咱们一家人逃荒去吧？爹，逃荒不是办法，那不就等于讨饭吗？遇到心善大方的人家，能给点吃食；可遇到蛮横吝啬的人家，不仅不会施舍，还会恶语相向，那样的日子可不好过。爹，再给我3天时间，我一定能想办法赚到钱。若是3天后我还拿不回来钱，咱们再去逃荒也不迟。青丫头，爹知道你有主意，可该赚的钱咱们赚，歪七扭八的事咱可不能干。你一个小姑娘家，千万不要被人骗了，知道吗？爹，女儿又不傻，放心好了。好，爹信你。当家的，累了吧？快坐下歇会儿。也没干啥活，不累。我一会儿上山打点柴，留着上冬卖。你也别太着急，凡事慢慢来吧。你歇会儿，我从李正家借来了锅，这就去做饭。我不饿，别做我那份，先让俩孩子吃饱肚子就行。家里马上就要没吃的，又没找到做工赚钱的地方，能省就省，估计还能多坚持1-2日。娘，我和小孩也不饿。对，我不饿。好，既然都不饿，那就晚上再吃。死丫头，连饭都快吃不起了，还在这大言不惭。婆婆这2天没事就在厨房晃悠，完全没机会把杂面干粮留出来。大风一家肯定已经揭不开锅了。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一定得给他们送点吃的过去。娘，鸡窝里的母鸡好像下蛋了，我听见它咯咯哒的叫呢。我去捡鸡蛋，你赶紧把饭煮好，一会儿你爹和战良下地该回来了。娘，饭马上就好，你去忙吧。啥耳朵呀？哪只鸡咯咯哒了？我看是你想吃鸡蛋了吧？我真听见鸡叫了，没准叫谎呢。这是怎么了？耍猴的来了，我要去看耍猴的。小韩，你甭去，那不是耍猴的，是清水镇范财主家的管家在敲锣张贴告示。我还以为耍猴的来了，白高兴一场。孩儿他爹是不是范家在招杂工啊？要是那样，我去干上几个月，咱家就能度命了。不是，听说范老爷好像是得了啥怪病，到处张贴告示，重金求医问药呢。啥病呀？搞这么大阵仗？谁知道呢？估计病得挺厉害，也不至于到处张贴告示。爹，你是说有人在张贴求医告示？是啊，现在应该就在村里的大槐树下。太好了，治病的机会来了。爹，娘，我出去瞧瞧热闹。姐，你等会儿我也去。青丫头平常都不爱出门，今天咋还爱凑热闹了呢？二弟妹，你这是？婆婆出去看热闹了，我趁机给你们偷点粮食，快藏起来，别被看到了。谢谢。大家静一静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鄙人姓史，名太寿。你这名字挺接地气儿，还史太臭，屎肯定是臭的，不臭狗还不吃呢。你耳朵塞鸡毛了？胡说啥呢？我说我姓史，名太寿，太阳的太，长寿的寿，不是臭，听清了吗？再敢瞎起哄，我割了你的舌头喂狗！本人史太寿，清水镇范家的大管家，今天到此特来重金求医问药。我家老爷得了一种怪病，肚子奇痒无比，谁要能提供偏方或者能给医治好，都可以前往范宅。这人脑子有病吧？俺家老爷得病就去找郎中，到咱们这穷乡僻壤贴啥告示，这不是瞎扯淡吗？可不是，弄得这么热闹，还以为耍猴的来了，害得我活都没干完。我们这儿没人会看病，敲猪上马的倒是有一个，可他最近也没在家呀。石管家，你家老爷能给多少钱？不会赖账吧？胡说啥？范老爷家财万贯，是差钱的人吗？告诉你们，范老爷说了，不管谁能治好他的病，赏纹银20两。赶紧的，把告示张贴好。
我的乖乖，不愧是大财主，一出手就是20两银子，这可够一家人吃上2年了。可不是呗，顿顿吃肉都没问题。行了，你们可别白日做梦了。清水镇的范财主可是出了名的铁公鸡，他能偷20两银子。这范财主听着不是好人，但是有20两银子的报酬，家里需要这笔钱解决困难。你家老爷真愿意掏20两银子？那是当然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谁敢反悔？咋着，你个黄毛丫头还敢质疑我家老爷的人品不成？不敢，我就是确认一下。大家伙都互相转告下，谁要是想赚这20两银子，接下告示前往范宅即可。走，咱们去下个村。等等，咋着？你还有事儿？我能救你家老爷的命。啥？就你？你个黄毛丫头，是不是穷疯了？竟口出狂言，敢说会看病？告诉你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要是出了差错，你就得摊官司。看病治伤，治好给钱，治不好分文不取。哟，这不是陈占山家的姑娘吗？我记得她家世代为农，没人学医呀，她咋说会给人治病呢？可不是，谁知道这丫头抽啥风？清水镇的范大财主可不是咱们老百姓能招惹得起的，万一出点啥差错，他能让你倾家荡产。是啊，这青丫头一家挺不容易的。听说前几天陈家老太把陈占山撵出去当过，还写了啥断亲书，彻底和大儿子一家断绝了关系。谁说不是呢？陈老太为了50两银子，要把青丫头卖给镇上的李屠户当田房，这不是把如花似玉的大闺女往火坑里推吗？姑娘如此笃定能给我家老爷治好，在下自然高兴。不知姑娘怎么称呼啊？陈青青。要是想让我看病，咱们可以走了。原来是陈姑娘，你就叫我石管家就行。好，石管家，那咱们走吧。不急不急，既然陈姑娘说会看病，那就去把告示接了。有了这个，咱们彼此就算是有了凭证，要是出现意外，也好找地方说理去。好，没问题。这青丫头咋回事啊？真敢接告示啊？是呗，这孩子胆儿也太大了，这是给人治病，不是闹着玩。他到底咋想的？哎呀，简直就是瞎胡闹！他哪有行医救人的本事？这不是给他爹找麻烦吗？谁说不是呢？看来他们家这是要倒霉呀！这位老爷，我们村可没有给人瞧病的郎中，你可得擦亮眼睛。有些人穷得连饭都快吃不上了，为了口吃食，饿得满嘴胡说八道。你可不要被人当傻子给糊弄了。是啊，你老人家可别吃亏上当，这死丫头指不定在打啥鬼主意呢。赶紧的，请陈姑娘上马车，回家给老爷看病。爹娘，不好了，姐姐把告示撕了，说要替范老爷治病。什么？他怎么这么大胆？我们快去拦着他！青丫头，你要干啥去？青丫头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，咱不能去啊！爷娘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曾得一位高人指点，学过一些医术，就有专治范老爷的病，我一会儿就能回来。不行，青丫头，你还小，爹不能让你去冒险。这位大人刚才多有冒昧，我家小女年龄尚小，还不懂事儿。你家老爷那是方面大耳，富贵之相，肯定会转灾为福，就别让我家小女去了。少废话，告示都接了，你说不去就不去，我跟你们闹着玩呢。就算他不会治病，也得跟我走一趟。这位老爷，我求求你，别让我女儿去了，她现在还小，根本不会给人治病啊。不去也行，拿20两银子算是违约金。啥？还得20两银子？这不是讹诈人吗？爹娘，我保证治好范老爷的病，平安回来，你们相信我。青丫头，你好糊涂啊！爹知道你想替家里赚钱，可咱们也得干些力所能及的。你去给范老爷治病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让爹娘哪能放心得下呀？爹，你别着急，女儿真的有把握。占山啊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闺女，上杆子给她找个好人家，你们不知好歹，还挑三拣四。现在好了，
死丫头捅出这么大的篓子，我看她就是个惹祸的根苗，你就等着倒霉吧。真是让人不省心，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吗？现在好了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我说占山呀，你要是不想让青丫头送死，我劝你跟你娘认个错，赶紧把断亲书给撕了。只要你答应把青丫头嫁给李屠户，爹娘也跟着说说好话。老太婆，我说的对不？占山，娘就是个贱骨头，看不得你遭苦遭难。只要你还愿意认我这个亲娘，同意把青丫头嫁给李屠户，这件事我替你摆平。我们家的事儿用不着你们操心，你还是管好你们自家的事儿吧。你真是不知好歹！既然如此，你就等着给这死丫头收尸吧。收起你的烂好心，是死是活那是我们家的事，轮不到外人指手画脚。你这死孩子抽啥风？连草药你都认不全，还想给范老爷治病？若是惹下事端，连累了我们，看我咋收拾你！老太婆，你莫不是忘了我们断亲了？所以说，就算我惹了天大的麻烦，也是我家的事，跟你们没有一点关系。你若是识相，赶紧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别在这跟个疯狗似的乱叫唤。你们还有完没完？赶紧都给我让开！我家老爷还等着看病呢。史管家，请留步。你是谁？拦我何事？我是吴保安，南山村的李正。据我所知，这青丫头并不会看病，她接下告示，这里面可能有啥误会，容在下问清楚。你们再上路不迟。你不必多言，既然这位姑娘敢接告示，我就得带她回范府，就不劳吴李正费心了。哎，史管家，此言差矣。清水镇谁不知道范财主千金之躯？你把人带去，万一他真不会看病，连累了史管家，岂不罪过？依在下所见，还是稳妥一点的好。行，你有话快问，别耽误了我们赶路。哎，是。青丫头，我知道你们家的日子不好过，可你也不能为了赏金去糊弄人呢。李正说，我并不是为了逞一时之快，范老爷的病我会治。青丫头，你家若是没有吃的，想想别的办法，给人看病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李正说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既然敢接告示，就有把握治好范老爷的病。你放心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对不会连累南山村的任何一个人。行，那你去吧，记住，有啥事儿一定及时来通知我，莫不要自己硬扛着。好的，李正叔，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。史管家，我们走吧。陈姑娘，请上车。青丫头，你要小心呐。闺女，娘等你回来。史管家，你家老爷具体都有什么症状？怎么个养法？你大概说下，我先简单做个了解。说起来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。1个多月前，我家老爷还身体倍儿棒，吃嘛嘛香。可最近不知道咋回事，撞了哪门子邪神，突然就觉得肚皮痒痒。刚开始我家老爷还能忍受，可后来就痒得受不了了，折腾得精神萎靡，身体是日渐消瘦，看着都脱相了。其他郎中怎么说？所有郎中诊断的结果都一样，说是得了什么血风疮，就是受风所致。药汤子没少喝，可一点用都不管，反而一天比一天痒痒。原来是这样，血风疮，中医又叫风痒、风瘙痒，多是血虚生风，内热内郁，脾胃运化失健，湿热内生所致。吃些利湿止痒的药就行。郎中在哪儿？老爷痒得嗷嗷直叫唤，赶紧去给他瞧瞧。你请来的郎中在哪儿？赶紧去后堂，老爷痒痒的快受不了了。夫人，这位姑娘就是我请来的郎中。你好，范夫人。你是郎中？你一个姑娘家能看病？范夫人放心，小女自幼习医，对各种疑难杂症略有小成，我有把握治好范老爷的病。就你，史管家，老爷让你四处张贴告示，请郎中给他看病，你找来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来干啥？我看你真是活腻歪了。夫人息怒，我请来的就是郎中。胡说八道！方圆百里，德高望重的郎中都让咱们请了个遍，他们都束手无策，他个小丫头片子能有啥能耐？夫人，你听我说，这位陈姑娘可是接了告示的，她亲口说会看病，我哪敢欺骗你呀？这位姑娘，你真会看病？我敢接告示，自然是懂得医术。若是范夫人不信，在下告辞。陈姑娘留步。既然你说你会看病，那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家老爷是清水镇赫赫有名的饭桶，范大老爷身子娇贵得很，你要是医不好或者出现意外，后果你可要担着，懂吗？管儿，你不在后堂陪你爹，上前厅干啥来了？赶紧出去！娘，
这位姑娘长得真不赖，儿子挺喜欢。瞧你这点出息，真跟你爹一个德行。少爷，这位陈姑娘就是我给老爷请回来的郎中啊。失礼失礼，没看出来陈姑娘竟是个会看病的郎中。本少爷最近总是腰酸背痛腿抽筋儿，你快帮我号号脉，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。范公子面色暗淡，眼神发直，黑眼圈重，不用号脉，一看就知道你已经伤到了五脏内的胰脏。要是不早些引起注意，恐怕用不上3年5载就会有性命之忧。你开啥玩笑？我就觉得腰疼，哪有腰疼丧命的？你这不是满嘴胡说吗？庸医，真是庸医！我家浑儿能吃能睡，他连脉都不号一下，张嘴就说快要死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来人，赶紧把这骗人的庸医轰出去！夫人，你先消消气儿，我这就赶他走。陈姑娘，今天就当我瞎了眼，你赶紧走。要是再敢口无遮拦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石管家，我刚才说的都是实情，不信你问问你家少爷，他最近是不是感觉有时头昏耳鸣，四肢发冷，畏寒怕风？啊，对，现在我还觉得有点冷呢。你这是典型的肾虚之症。肾虚之症？我家人参、鹿茸、灵芝燕我有的是，我早上喝一碗，晚上喝一碗，用不了几日，自然就补回来了。哪有你说的那般邪乎啊？我看你就是个庸医。别不相信，实话告诉你，千万别小看这腰疼病。腰子，肾之府也。你这腰酸背痛、腿抽筋、眼花耳鸣、手发抖，正是肾病所致。表面你精神十足，实则你的腰子已经过度劳损，毒气正在悄悄扩散。要是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倒是别说是我，就连神仙也救不了你的命。娘，我不想死，儿子这些天总感觉晕晕乎乎，手脚还冰凉，我怕我真活不长呀。哎呀，刚才真是都有得罪，还请陈姑娘别往心里去。照你的意思，我儿这病该咋治？请你给开些良药，也算救我儿一命。范夫人放心，令郎现在病得还不算严重，无需吃药，只要注意个人的德行，禁欲禁色，用不了半年自可痊愈。太好了，这个治疗方式好啊，不管真假都能让儿子少出去鬼混。陈姑娘真是一手了得，不像那些没有德行的庸医，不管啥毛病，先给开上几十副汤药。魂儿，你以后不能再到外面鬼混去了，静下心在家帮你爹打理产业，记住了吗？娘，你让我干啥都行，可让我戒女色有点困难，能不能让我隔一天找一个？胡说八道！陈姑娘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啊？你要是再沾女色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。好吧，那我就尽量忍上半年。夫人，老爷还在后堂养养着，要不先让陈姑娘去看上一眼吧。瞧我这记性，只顾着担心儿子，忘了后边的老爷还遭着罪呢。陈姑娘，请移步后堂，帮我家老爷诊治一番，请前面带路。哎呦，快痒死我了！来人，来人呐！你们这帮该死的都死哪儿去了？赶紧过来给我挠挠！哎，老爷，小的来了。哎呦，快痒死我了！请到郎中没有啊？老爷放心，郎中啊，我请来了，正在外屋恭候着呢。那还不赶紧把郎中给我请进来！陈姑娘，你也听到了，赶紧进去看看，给我们家老爷开点药，先止止痒。好，我先看看情况。哎呀，小心肝儿！哎，快过来，让老爷稀罕稀罕。你个老不正经的，都啥时候了，你还有这份闲心？哎呦，这是咋回事？把我都养糊涂了。老爷，你别误会，这位陈姑娘是我请来给您看病的。哦，原来是郎中啊！哎呦，又痒了！快给我挠挠！老爷别着急，你先忍忍。陈姑娘这就给你诊治。老的不争气，少的不成人，这一家子都没个好东西。范夫人，
范老爷这病似乎不像血风疮，不是血风疮，那是什么病？可有良药啊？别急，我先问问病人。范老爷，你能说清楚具体是哪个部位痒吗？哎呦喂呀！具体我也说不清楚，就感觉哎呀，整个肚皮都痒痒，就像有蚂蚁在肉里爬一样。幸好穿越式急救包一起过来了，不然还真不好吃。这里痒吗？不是这儿，再往中间点儿。是这儿吗？哎，对，就是肚脐眼周围最痒。哎呦，你轻点儿，别动我肚脐眼儿。陈姑娘，别见笑。我家老爷有个毛病，最怕有人动他的肚脐眼儿。他不让动，我怎么给他医治？范老爷，我现在正在为你检查，你要是不配合，就是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你的命。好，我配合。快住手！痒痒的，我想笑。赶紧按住你家老爷，别让他乱动。老爷听话，你别乱动，忍忍就好了。是啊，老爷，你就老实一会儿吧。哎呀，你们轻点儿，我害怕呀！爹，你别怕，陈姑娘，你就下手吧。好，都用力按住了，我要检查了。天哪，这人太脏了，肚脐眼里竟然有一窝虱子。陈姑娘，咋样？我家老爷得的这是啥病？范老爷今年高寿？48，还不算老，有点可惜啊。陈姑娘，你是说我得了不治之症吗？陈姑娘，我家老爷到底得的啥病？还能治好吗？范夫人，实话跟你说，你家老爷这病确实是受风所致，不过可不是一般的风，而是一股邪风。此症极其罕见，古人称为烂脐之症。啥？烂脐之症？陈姑娘，这是啥病？脐是五脏六腑之本，元气归脏之根，上通心神，下交肾经，乃是生命之门。你家老爷这病是先痒后疼，最后溃烂，烂到腹破肠流，也就彻底一命呜呼了。姑娘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啊！范老爷，你这是干啥？哎呀，不用磕头，快起来！老爷，别害怕，陈姑娘既然能诊断出病因，那她一定有救治之法，定然不会见死不救的。陈姑娘，我这病还有治吗？范老爷别担心，遇上我也算是你的造化，换做别人根本就治不了你的病。陈姑娘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，我不想死啊！范老爷，要治病可以，但你必须得遭点罪啊！行，一切依陈姑娘，只要死不了，让我吃屎都行。吃屎倒不至于，我要给你针灸。陈姑娘，你的意思是用这个扎我肚脐眼儿？对，没错。不行，我从小就晕针啊！哎呀，见到带尖带刺的我就害怕。哎，这要是扑哧一下扎肚子上，不得疼死我呀！既然你晕针，那我也无能为力。爹，你肠子肚子都快烂没了，还怕这怕那的，不就是扎两下子吗？你就当让相好的咬你两下不就得了？你个混小子，这玩意儿能跟那事儿比吗？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哎呀，陈姑娘，那你慢点扎，我真怕疼。想治病就赶紧躺好，在我施针时，你千万不可乱动，万一扎偏了，你可能会当场毙命。我保证不动。你们都往后站站，防止我在施针的时候伤到你们。这范财主可不是好人，这要是轻而易举就给他治好了痒病，万一他耍无赖不给钱怎么办？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先给他留下几只比较肥胖的狮子。起来吧，范老爷，
你感觉一下怎么样？不痒痒了，我的病好了。老爷，你的病真好了。好了，一点都不痒痒了。哎呀，陈姑娘真是神医呀！范老爷，你别高兴太早，你这病属于顽疾，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好彻底的。啊，陈姑娘，你的意思是说我这病还没好？是的，想要彻底痊愈，必须得每3天施针一次。行，不就是3天扎一次吗？这个简单，到时候啊，我吩咐人去请陈姑娘就是了。石管家，赶紧去准备赏钱，我要好好答谢陈姑娘。是，老爷，我这就去准备。老爷，请您过目。好，不错，陈姑娘，这100文钱不成敬意，请你收下。范老爷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赏钱就算了，要是你有诚意，就把20两诊金给我结了吧。这个，陈姑娘不要客气，这100文钱是我家老爷的一番心意，你必须得收下。至于那20两银子，你尽管放心，只要我家老爷的病彻底好了，保证一文不差的如数奉上。哼，果不其然，看样子范家真要打来，你肚脐眼里还有好几只大虱子呢。要是不去请我，好吧，那就谢谢范老爷的赏钱，记得每3天照我施针一次。好，陈姑娘放心，那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陈姑娘，我派人送你回去。好，如此谢谢范老爷了。不过我还想上街买点东西，你让车夫跟我去一趟粮铺吧。没问题，石太寿，赶紧给陈姑娘备车。是，老爷。这位姑娘想买点什么？咱们这精米20文一升，粟米5文钱一升，白面15文钱一升。100文钱，如果买大米只能买10斤，也就能吃5、6天。不行，太少了。爹娘因为疗事，每天都是愁眉苦脸。如果只买大米，他们肯定不会心安。不如多买一些粟米，毕竟家中有你心不慌嘛。老板，给我来15升粟米。好嘞，15升粟米，一共75文钱，还剩下25文钱。那就，老板，再给我切1斤猪肉。好嘞，1斤猪肉25文。100文钱，这么快就花完了。不过有了这些，大妈应该会开心吧。珊珊，青丫头咋还不回来？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咱们再等等吧。李正不是说了吗？青丫头不是没分寸的人，让咱们在家等着，别着急。可她哪儿会看病啊？别说看病了，就连草药她也认不了几颗。去范府借告示，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你先放宽心，要是青丫头天黑前还不回来，我就去找李正，咱们一起到范家去要人。去要人？你说的容易。范家财大气粗，就算李正去了又能怎样？咱们青丫头本来就不会看病，万一范家再反咬咱们一口，咱们找谁说理去？那能咋办？就这么干等着不成？不行，不能在家干等着。我现在就去范家，就算豁出这条老命，我也要把青丫头带回来。要是他们敢胡来，我就连夜到县衙击鼓鸣冤。当家的，你可不能去打官司啊！俗话说，衙门口朝南开，有理没钱莫进来。咱们现在穷的肚子都填不饱，就是打官司也打不赢啊！是，就是去击鼓鸣冤也无济于事。范家势大，青丫头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，都怪我没本事。要是能赚到钱，女儿也不会急中生乱，去接那范府的告示。爹，娘，我姐回来了。小韩，你姐回来了，她在哪儿？
嘿，我看见马车刚进村里，这会儿应该快到家了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青丫头，你可回来了？他们有没有为难你？是啊，青丫头，你没受委屈吧？爹娘，你们放心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爹，这是15升送你，还有1斤猪肉。太好了，今天能吃肉了。青丫头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米？没背着娘亲做坏事吧？娘，你想啥呢？我给范老爷治病，已经止住了他的痒痒病。他赏给我100文钱，我拿着钱买了15升送米，还割了1斤猪肉。咱们今天好好改善一下生活。好，我女儿有本事。青丫头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，娘，你就放心吃吧。可你啥时候学会的医术？娘，你还记得前几天奶奶不是给了我一棍子吗？一下就把我打昏死过去了。恍惚中，我听到神仙说我阳寿未尽，是个十世善人，而且每一世都是行医救人的郎中。我醒来就发现自己无师自通，学会了医术。你这丫头，净说些混话逗娘开心。娘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以后要是有人问起你们，你们就说我从小遇到了世外高人，学会的医术，要不然别人该说我是妖怪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娘知道了。要是有人问起，娘就说我家青青的医术是高人所授。老大一家根本没来服软，这要是不把青丫头按时给李屠户送去，还得把彩礼退回去。可钱都给了三儿子，上哪儿弄钱去？都怪那傻老婆子，非得闹分家，分就分呗，还写啥断亲书？这下好了，鸡飞蛋打，看你咋收拾这堆烂摊子！没事儿干就到院子里劈柴去，坐那儿摆个臭脸给谁看呢？我摆啥臭脸？我这是在替你着急。我都不着急，你着啥急？真是闲操萝卜淡操心。你真是不知好歹！现在都快火烧屁股了，你还跟个没事人似的。你还是赶紧想想，等明天李屠户来家里要人，你咋跟人家说吧？现在都这样了，你让我说啥？就是急死我也没辙呀。那咱们就等着李屠户来咱家闹不成？早知道这样，你就不应该和老大一家断亲。行了，你就知足吧。你也不好好想想，那死丫头能有啥本事？她要是会看病，是个人都成郎中了。范财主那是清水镇一大恶霸，万一治不好，或者说给他治死了，那死丫头就摊上了人命官司。别说他吃不了兜着走，就连老大一家都比较好过。幸亏我当时果断和他们断了亲，要不然咱家也得跟着受牵连。老婆子，你说的对，我咋就没往这上边想呢？照这样看，咱家可是躲过一个大灾难呢。可不是呗，从小我就看那青丫头不顺眼，没想到她就捅出这么大的篓子。她现在就算跪着来求我，咱们都不能认这门亲戚。那杀猪的来了咋办？老头子，你别担心，李屠户再不是人，比那范财主好对付，大不了说点好话，晚些日子再把亲丫头给他送过去。你这话啥意思？瞅瞅你这脑瓜子，又不转个儿了不是？我估摸那死丫头挨顿胖揍肯定少不了的，反正只要没打死她，咱们就还有机会。老大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死丫头遭罪，定会跪着来求我给她治伤。老大不同意把青丫头嫁给李屠户，你就不出钱给青丫头看伤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没错，打蛇打7寸，
挖树先挖根。想跟我斗，他们还嫩着呢。我要让老大长长教训，让他知道忤逆我的下场。哎呀，老婆子，我说你咋不着急不着慌呢？感情一切尽在你的掌控之中，我咋就没想到这些呢？爹，娘，我回来啦！老婆子，你听，好像是青丫头回来了。快，咱们看看去，是不是抬回来的？这不可能！死丫头怎么会没事啊？这咋回事儿？她好像没挨揍。不可能啊！这死丫头连字都不认识，难道瞎猫碰上死耗子，给人家治好了？老婆子，你的如意算盘好像要落空啊！闭上你的臭嘴！你胡说啥？啥叫如意算盘落空了？老婆子，你别瞪眼睛，有话好好说。青丫头现在平安的回来，那咱们还咋把她嫁给李屠户？你先别着急，让我好好想想。看来这死丫头够不要脸的，她肯定被范财主给糟蹋了。要不然不可能平安无事的回来。老婆子，这话可不能瞎说呀！咋着？你还心疼他不成？哎呦，老婆子，你说的啥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青丫头要是失了身，可就没法再嫁给李屠户了。你真是没事闲的瞎操心。瞪王八的又不是你，管这些干啥？只要咱们把人送去，他是死是活，可就跟咱们没关系了。你说的对，只要把人送去就行，其他的咱们也管不了那么多。老二儿媳妇，那青丫头都带着啥玩意儿回来的？娘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青丫头可了不得了，在镇上买的粟米足足有15升。最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还有一大条子猪肉。她可是坐着范府的大马车回来的，看着真叫一个风光。你说点正经的。听说啥传言没？哎呦，我的亲娘，你还在家里坐得住？我可听那个赶车的车夫说了，青丫头可厉害了，到了范家不费吹灰之力，3下5除2就把范老爷的病治好了一大半儿。现在村里可都传遍了，你赶紧出去听听吧。哼，让你们偏心眼，让你们良心不正，为了你们的宝贝三儿子能读书，竟不顾别人生死。现在好了，计划落空，看你们咋办。老二媳妇儿，你别骗娘，赶紧说实话，那青丫头是不是被范老爷糟蹋了？娘，你咋能说出这话？就算大房跟咱们断了亲，你也不能在背后埋汰青丫头啊！这话传出去，青丫头还咋做人？再者说，你要是不相信，那范府的车夫刚走，你追上去问问，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这也不对呀！哎呀，老太婆，你别装孬，赶紧想想以后的事儿咋办吧。不，我不信，打死我也不相信，那死丫头能有行医治病的本事？这里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她肯定是做了不要脸的事，总有被人玩够的一天，到时还得来求我。你这样往人家身上泼脏水，会被人耻笑的。她干了见不得人的事，还怕人说不成？没证据的事儿可别瞎说，要是让青丫头知道，我怕你吃不了兜着走，她一定不会饶了你的。闭上你的臭嘴！老娘我不是被吓唬大的，这里没你的事儿，赶紧做饭去吧。真是没口德，也不怕乱嘴。老婆子，明天的事儿咋办？咋办？你就会说咋办？咱家要没我张罗，你们都得勒脖子饿死。你甭犯愁，只要咱们稳住李屠户，我敢笃定，那死丫头早晚都得来求我。唉，但愿如此吧。那李屠户就是畜生，万一稳不住咋办？到时候可真就做辣喽！管气儿的都赶紧给我出来！老婆子，那活牲口来了！陈老婆子，别装死！哎，老太，你给我出来！赶紧的，
快点儿！赵妹子来了，快赶紧带着孙女婿屋里坐。老嫂子，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你说你办的这叫啥事儿？说好的，昨天把人给我送过去，可人在哪儿呢？我和我大侄子是摆好了酒席，请好了客人，却被你放了鸽子。告诉你，我可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媒婆，几十年来没有被人这么耍过。你这不是在砸我的招牌吗？赵妹妹，你说的这是哪里话？我哪敢放你鸽子？你放心，说好的事绝对不会错。既然错不了，那就别再让我们空跑腿儿。你赶紧把新娘子喊出来吧。我的新娘子呢？赶紧叫出来！我今天非得亲自把她背回去。孙女婿，你先别着急，青丫头这2天有病，当中说她还不能出屋，等过几天好利落，我一定把人给你送过去。对，孙女婿，你奶说的对，就先回家等着吧。啥玩意儿？青丫头有病了？你们糊弄傻子的？当我是白痴吗？你们2个老东西，要是不想让我动粗，就快点把人给我喊出来，老子今晚必须得洞房！我的好孙女婿，你这不是说笑吗？身体不适咋能跟你入洞房？万一病情加重或出现意外咋整？你就听奶的话，回去再等上几天，等青丫头身体好利索，奶亲自给你送去。你少给我废话！玩死了那是他命短，今天老子非得把人带走不可！哎呀，我的亲孙子，俗话说好饭不怕晚，良缘不怕迟，早晚都是你碗里的菜，你就再忍上几天，到时让你吃个够还不行吗？你个老东西，推三阻四的挡着老子干啥？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，赶紧把新娘子给我交出来，不然不定好看的。老嫂子，你这么办事可真不地道。咱们可是说的好好的，把你家大孙女给我侄子当填房，彩礼钱你都收了，如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止我们接人，难道你想悔婚不成？没有的事，咋能悔婚呢？既然如此，你就别磨叽了，快点把人喊出来，不然惹恼了我大侄子，他要是撒泼犯起浑来，后果你可要想好了。孙女婿，你听奶跟你说，你先回家去，用不了3、2天，我保证把人给你送去，还不行吗？老子等的都长犄角了，你还让我等？走，跟我到院子里接新娘子去。哎，孙女婿，你可不能去啊！你听奶跟你解释。你个老不死的，给我滚一边去！大哥，那姑娘是不是我们的新嫂嫂？没错，她就是你们的新嫂子，长得这么来。大哥，你艳福真是不浅呐。那是当然，为了她，我可花了50两银子呢。娘子，夫君来接你回家了。李屠户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不是你的新娘子，这里也没有你要找的人，再敢乱叫，小心我到官府告你无人清白。哎呦，竟敢拿官府吓唬人！新嫂子巧嘴还挺厉害呀。就是，银子都他娘的收了，还想打赖？再敢说个不字，拆了你们的狗窝！你们这群畜生，休要欺负我女儿！光天化日之下私闯民宅，到底还有没有王法？不想让我报官，赶紧从我家滚出去！你这个不长眼的玩意儿，骂谁是畜生？是不是肉皮子痒痒了？好吧，别乱来，这是我老丈人，怨不得张嘴就骂人，原来是大哥的老丈人。女儿尚未议亲，你们别满嘴胡说，赶紧离开我家！老丈人，别发这么大的火气，接了人，我立马就走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和陈忠厚一家已经断亲，收了你彩礼钱的是陈老太，想要找你的新娘子就跟他要，别在我家闹事。我说娘子，你咋又来这套？就不能整点别的？还断亲？你当我好骗呀？你给我看好了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你们要是不想摊上私闯民宅的罪名，赶紧从我家滚出去！这啥玩意儿？我也不认字啊！斜眼，你认识字？赶紧看看这上边写的啥？大哥，上面写的没错，这姑娘一家和那个老婆子真的断了亲，咱们赶紧撤，别和这姑娘纠缠。要真把事闹大，咱们非得摊上官司不可。那个死老婆子还真把我给糊弄了！你个老不死的，这到底咋回事？大妹子，你别急眼，咱们回屋再商量商量。这都断亲了，还商量个屁！
你这样骗人玩有意思吗？赶紧说，这事咋办？这都怪我，不过你们别担心，有事咱们好商量。还商量个球！真是欺人太甚，气死我了！真是太岁头上动土，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。走，给我拆了他们的狗窝！你个老东西！不拆也行，你们马上给我找个媳妇儿，要不然我打得你满地找牙！对，赶紧给个通个话，要不然打死你个老东西！别动手，咱们好好商量一下。老婆子，你别傻愣着了，赶紧说说，别让他们拆房子呀！赵妹妹，老嫂子求求你了，赶紧和你大侄子说说，先别发火，咱们有事坐下来好好谈。还谈？你这样骗人，搞得我这媒婆名声都要臭了。扒了你家房子都是轻的，闹到官府吃官司不说，弄不好还得判你们个欺诈罪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是赶紧想想咋办吧。少废话，赶紧给我新娘子，不然的话有你好看的。死丫头，你以为分了家断了亲，我就拿你没办法？儿子是从我肠子里爬出来的，我就不信陈占山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娘被人逼死。哎，占山，我的好儿啊，这事你可不能不管啊！你要是不把青丫头嫁给李屠户，娘可就活不成了。娘，你折煞儿子了，快起来，有话好好说。娘，你咋还想着把青丫头嫁给这样的人？你若是想平息此事，就听儿子的话，把这婚事退掉。儿啊，你不答应，娘就不起来。娘，你不能这么逼儿子呀！占山，你也看到了，要是青丫头不嫁过去，李屠户不会善罢甘休。算娘求你了，还不行吗？你要是不答应，娘就死在你面前。死老婆子有两下子，大儿子孝顺，事到如今，他一定不会拒绝。爷，你管谁喊娘呢？咱们一家已经被陈老太赶了出来，他说过和咱家老死不相往来。如今他死不死活不活，跟你没有一点关系。陈占良，快把你娘领回去！都已经断亲，还想打我女儿的主意？别逼我去官府告你们意图拐卖良家少女！死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！不把你迷冤送给这活畜生，都对不起我今天受的窝囊气。那大娘，既然陈老太婆收了你们的银子，交不出新娘，她还不想退亲，那陈家又不是只有一个孙女儿。青丫头，多谢你好心提醒，要不我还真给忘了。赵大娘不必客气，我不是也怕你人财两空吗？赵婶子，那姑娘长得好看吗？要是丑八怪，我可不要。大侄子放心，上次我见过一面，长得又白又嫩，比那富家大小姐还要精致几分。现在就在镇上住着呢。真的？好好好，我就喜欢嫩乎的。你别在这戳着了，赶紧带我去见你那个孙女儿。若兰可是我的心头肉，以后儿子考上秀才，那她就是秀才小姐，将来嫁婆家非富即贵，哪能嫁给个杀猪的？孙女婿，不，大兄弟，这可万万使不得呀！我家若兰还小，还不能嫁人。我小孙女儿还是个孩子，你可不能打她的主意。哼！我说老嫂子，你搁这糊弄谁呢？别当我不知道，你家若兰今年也有成年了。我这个年纪时，孩子都满街跑了，你们还说她年纪小？我看你们就是想赖婚。哎，我们哪敢啊！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说咋办？娘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都啥时候了，你还不把这门亲事退了？真想让他们把咱们家房子扒了不成？你才肯罢休？我就说不让占财拿着钱走，你非不听劝。这回好了，我看你这是咋弄？老婆子，实在不行就把彩礼退了吧，赶紧把他们打发走，不然以后咱们还咋在村里待下去？赵妹妹，这事都赖我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同意退彩礼。哼，你说你办的这叫啥事儿？我牵线搭桥这么多年，可从没出过岔头。你这是往我身上抹黑，传扬出去以后谁还敢找我保媒？好妹子，算我求你了，只要你把这事摆平，我年前准保备桌丰盛的酒席表示感谢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不是难为人吗？大侄子呀，你先消消气，要不这样，既然他们
没有姑娘嫁给你，那就让他们把50两银子退给你，这事儿也就算了，也省得生这窝囊气。啥？算了，老子跟个傻猴子似的，让他们耍了，哪能这么便宜了他们？哼，退钱也行，先让老子过手瘾，把这骗人的死老婆子暴打一顿，不把她打出屎，难平我心头之恨。孙女婿，不，李老爷你消消气，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打呀。大侄子可别乱来，咱们现在可是有理的事情，万一把这老家伙吓死，别说50两银子要不回来，也还得摊上官司，拿多拿少听婶子一句话。退了彩礼，这事儿就算了，等以后有漂亮姑娘，我再给你介绍。好吧，看在婶子的面上，我也不为难他们，赶紧给我银子。哎，这就对了，事儿我给你摆平了，赶紧把50两银子拿出来，我好打发他们走。谢谢赵大妹子，可是。你瞅我干啥？我又没钱，赶紧让他们再缓上几天，想想咋办吧。哎呦，你这死老头子，嫁给你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连句人话都不会说，啥都指望我。现在你让我说啥？这个家都是你做主，啥时候征求过我的意见？要是我当家，绝对不会干出这种操蛋事儿。你们先住嘴，把钱拿出来。你们再吵也不迟。赵妹子，我实话跟你说，我们家现在没钱，你能不能再和李屠户说说，宽限几天，我想办法凑凑。啥？没钱？那可是50两银子，天天啥都不干，顿顿大鱼大肉都能吃上2年，这才短短10几天，你竟说没钱？你们给吃了！大妹子，你不知道我家老三不是明年要考秀才吗？都给他拿上了，所以说家里大子没有一个。你放屁！考秀才1年有10两银子足够了，哪能用得了50两？现在你说没钱，我看你就是在摆迷魂阵，想赖掉这50两银子。你也不想想李屠户是啥样的人，他要是知道你想赖账，非得扒了你的老皮不可。大妹子说的哪里话？我哪敢有那个心思？实话跟你说，我最疼的就是小儿子，生怕他在外吃不饱穿不暖，宁可家里人挨饿，也不能让他们一家受委屈，所以我把50两银子都给他拿上了。劳烦你再和李屠户说几句好话，让他宽限10天半月，倒是保证把50两银子如数奉上。你少找借口，还是你亲自和他说去吧。你们他娘的叉咕啥呢？赶紧给钱呀！快点啊，太磨磨唧唧，我们可不客气了。就是，当我们哥几个好说话呢，再敢瞎耽误功夫，让你们尝尝老子的拳头。大兄弟，我家现在真的拿不出50两银子，您看能不能宽限我们10天半个月？到时候我保证1文钱都不会少，如数给您送过去。你说什么？没钱？你这老东西，耍我是不是？不，大兄弟您放心，我绝不会赖账，银子我一定给您凑齐。敢跟我玩花样，信不信老子一拳呼死你！大侄子，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，千万别动手，这要是出了人命，谁都脱不了干系。大兄弟，我家现在是真的没钱，求求您了，就宽限几天吧。没钱？没钱你就跟我回家！这是我媳妇儿，你可别胡来！你个老杂毛，笑什么呢？老子可没嫩牛啃老草的爱好。那你要干啥？干啥？带着她去镇上找你那又白又嫩的小孙女来给我当媳妇儿。好汉，这更不行啊！我家若兰还是个孩子，咋能嫁人？万使不得呀！你就宽限几天，我们保证把彩礼退给你。大兄弟，你行行好，就宽限个10天半个月，我们保证1分钱都不会差。大侄子，我看他们现在确实拿不出钱，要不你就大人有大量，宽限他们几天，到时候要是拿不出银子，咱们就直接到县衙
去告他们诈婚骗钱，让他们蹲大牢。蹲大牢岂不便宜了他？这样吧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到时拿不来银子，我就把你这老太婆弄回家，尝尝你这老柴火棍子啥滋味儿。大兄弟，你手下留情，给我留条活路吧！少废话，我就给你3天时间。你要是还不上钱，我不仅要玩玩你这个老帮菜，我还要到你3儿子读书的学院去闹。好，3天就3天。兄弟们，走，咱们回镇上喝酒去。就3天时间，不想惹官司，你赶紧弄钱去吧。赵妹妹放心，我一定把钱凑够，不会让你为难的。可把这帮畜生送走了。老婆子，人是送走了，可咱们去哪儿弄50两银子呀？你赶紧想想办法。你个死老头子，说的不是废话吗？我能想啥办法？那你说咋弄？就3天时间，难道你真想被那畜生祸害呀？啊呸！你个混球，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哼，当初我怎么劝你们来着？让你们留点银子，可你们就是不听，一心把那50两银子都给了老三。现在好了，我看你们拿啥退给人家钱？我哪知道那没良心的老大爷家这么心狠？要知道他们这么狼心狗肺，说啥我也不分家断亲。当时对那个死丫头就应该强硬点，不嫁也得嫁。娘，你就别脸丑怪境外，强词夺理了。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要是你良心正点儿，压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，你就别怨天尤人了，还是赶紧想想办法凑钱吧。娘，您要是真不想咱家摊上官司，现在就赶紧去镇上把银子拿回来，退给李屠户，不然咱家非得出大事不可。对呀，娘，老三才走没几天，那50两银子应该还没怎么动，咱们能拿回来多少是多少，剩下的再跟街坊邻居借点，先把眼前这事儿了了，总不能真让李屠户把咱家房子拆了，再告到县衙去吧。老婆子，老二2口子说的对，眼下咱们只能去镇里找老三了。唉，也是，先想办法把钱拿回来，解了燃眉之急再说，等以后再想办法给老三凑学费吧。老二，你腿脚快，你去要。有人吗？快开门！你谁呀？有事吗？这位兄弟，麻烦你帮忙找一下陈占才，就说他二哥找他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现在书院还没开课呢，陈占才怎么会在这里？不对啊，我三弟前几天还说书院要开课了，他怎么可能不在这儿呢？你肯定记错了，书院没有提前开学，你还是去别的地方找吧。刚才我去闵行，远远就看见陈占才带着老婆孩子进了梦香楼，你去那儿找他吧。梦香楼？那是啥地方？你这人真是没见过世面，那是咱镇上最有名的饭馆。啥？他们还下馆子？若兰，今天爹爹给你点了份清炖狮子头，保证你爱吃。我要吃红烧肘子，不想吃什么狮子头。傻丫头，爹给你点了，一会儿就上。我就知道爹爹最疼女儿了。爹爹，我要吃口水鸡，还要干煸鱼。好儿子，这些爹也给你点了，一会儿让你吃个够。你就宠吧，俩孩子都让你给惯坏了。夫人说的哪里话，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想吃什么就让他们吃。刚才我也给你点了份
最爱吃的樱桃肉，咱们一家今天好好吃上一顿。谢谢相公，你真是太好了。那是，你相公我可是天下最疼爱媳妇儿的相公，等以后考中秀才，我就能考取功名，到时你就是官太太，天下的美食任你随便吃。那我可就等着给你享福了。夫人，好久没陪我一起喝酒了，来，咱们喝一杯。难得相公今日有此雅兴，那咱们今天就不醉不归。好，不醉不归。陈占才，你他娘的还真是逍遥快活呀！你还算是人吗？二哥，你咋来了？我咋来了？我若不来，能看见你这么逍遥快活吗？二哥，你消消气，这都是误会呀！误会？两口子小酒都喝上了，你还说误会？拿这些话回去骗爹娘去吧。走，跟我回家，让爹娘看看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儿子是咋祸害家人的。二哥，快松手！你真误会占才了。误会？我眼睛也不瞎，你说这是误会？糊弄傻子呢！这要是让爹娘知道我在外面大吃大喝，那还得了？弄不好以后连书都不让我读了，不读书就得留在村里当个泥腿子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那样的事情发生。哎呀，二哥，你消消气，有话好好说。还说个屁呀！你个败家玩意儿，全家从牙缝里省钱给你，是让你好好读书的，不是让你带着老婆孩子出来享福的。若让婆婆知道，肯定没我好果子吃，得赶紧找个借口把这件事给遮糊过去。二哥，你赶紧把占才松开，大呼小叫的也不怕人笑话，一会儿要是让客人看见，占才还咋在夫子面前做人呢？弟妹，你这话啥意思？二哥，你真是好糊涂，这是饭馆，不是在家，你来就来呗，咋不分青红皂白就胡乱发脾气？这要是传扬出去，可就断了占才的前程。到底咋回事？我误会啥了？二哥，让我说你啥好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上来臭脾气就知道呜哇喊叫。幸亏我请的客人还没来，这要是让别人看见，你就是咱家的罪人。这到底咋回事？我咋还成罪人了？你呀，真是我的傻二哥。你知道我摆这一桌子酒席费了多大的劲吗？3、5日粗茶淡饭才省下来点银子，为的就是请书院里的夫子，想让他帮忙提前压下题目。这次要是压中，我就能一举得中。你说，今天这顿饭重不重要？不对呀，我刚进来时，你们两口子小酒都喝上了，看着不像在等人呐。二哥，你不知道，那个夫子嘴比较刁，不喜欢劲头大的酒。刚才我和凤娇是在尝尝这酒好不好喝，要是不合口味，我们得提前换一下。是啊，二哥，占才说的对，我们就是先尝尝味儿。原来是尝尝味儿。哎，二哥，你别在这添乱了，赶紧走吧，一会儿夫子来了见到不好。二哥，还没问你，你到镇上来干啥？哎呀，臭着脑袋，都让你们给气糊涂了。占才，娘给你的银子还剩下多少？赶紧都带上，跟我回家，要不然家里非得出人命不可。二哥，出啥人命？你让我带银子干啥？今儿一大早，李屠户就上咱家闹去了，要是不兑还那50两银子，他就扒咱家的房子，还要到县衙告咱们家骗婚呢。退啥亲？娘不是说有办法把青丫头嫁过去吗？是啊，二哥，李屠户凭啥要退钱？难道青丫头没嫁过去？你们干的真不是人事儿，还想把青丫头嫁人？我告诉你们啊，那青丫头现在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十分有主见，根本就不像娘想的那样。什
啥意思啊？大房一家不仅没有挨饿，青丫头反而还治好了范财主的痒痒病，光赏钱就得了100文。你们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。你说治好范财主痒痒病的是青丫头，怪不得昨天听人说范财主的痒痒病被人治好了，那得来的赏钱他没给咱娘。你想得美，那是人家青丫头赚的，有多少赏银跟咱们家有啥关系？话可不能这样说，大哥咋说也是娘的儿子，他们的钱不就等于爹娘的钱？让娘去要，我就不信大哥不给。收起你那不安分的心吧。今天早上娘以死相逼，大哥都没动摇，断了亲你还想要人家银子？行了，废话少说，你们还是赶紧跟我回当家，不然咱娘急的非得上吊不可。二哥，我现在就是跟你回去也是白搭呀。老三，你啥意思？吃到嘴里的肉岂有再吐出去的道理？就是有钱也不可能再给他们送回去。二哥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们家现在除去占财书院的费用，再加上租房子，手里就剩下几两银子，就这点钱拿回去也不顶用啊。你们说啥？那可是50两银子，还不到半个月就让你们败家光了。二哥，你胡说啥呢？哪个读书的一年不得花个180两银子？我要是和他们比，我这还算是省钱的呢。行了行了，你别狡辩，我说不过你。不管有钱没钱，你必须得跟我回当家，有啥话跟爹娘说去，他们是死是活可就看你了。二哥，我现在真不能跟你回去，我这还得等着招待客人呢。你少废话，客人啥时候都能请，可爹娘就一个。李屠户可说了，要是咱们3天还不上银子，他就要到衙门告状，把你宝贝闺女抵债给他当田房。到底回不回去？你好好掂量掂量吧。爹，女儿才不要嫁给杀猪的，你快跟我二叔回去，看看到底咋回事。占财，要不你就随二哥回去，把家里的事儿解决了再回来。也好，那我就回去一趟。二哥，你先行一步，我随后就到家。占财，你回乡下得把牙咬紧了，若兰可不能去抵债呀。夫人你放心，我岂能让咱闺女嫁给一个杀猪的？那就好，记住，要钱没有，让你娘自己想办法，谁让她跟大房一家断亲的？夫人你放心，自有打算，到咱俩手里的银子，我绝不会再给拿回去。这可咋弄？这可如何是好？死老头子，你还有完没完？占良不是去找老三了吗？你还咋弄咋弄？要是让你当这个家，非得急死你不可。你别扯这些没劲的，要是让我当这个家，绝不会让人堵着门口来闹。你瞅瞅现在，村里人都在背后戳咱们的脊梁骨，骂咱俩不是人呢。你懂个屁！那帮泥腿子就是小人嘴脸，喜欢骂就让他们骂去。要我看，他们就是眼红嫉妒恨。南山村就咱老三是同生，等他考上秀才，中了举人，那些泥腿子不得上赶着来巴结咱们啊！行了，老婆子，你可别整这些没影的事儿。和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现在都觉得老三确实不是读书的料。你胡说八道啥？我看你这是越老越糊涂。儿子在外勤学苦读，你竟把儿子看成废物，有你这样当爹的吗？行行行，老婆子你别发火，算我没说还不行吗？爷娘，我回来了。占良，你三弟呢？他一会儿就回来。占良，银子，你把银子带回来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一会儿老三回来，你自己问吧。占良，累坏了吧？饿不饿？我去给你拿块干粮，你先垫吧垫吧肚子。咋不累啊？差点累吐血，走的腿齁疼。饿倒是不饿，占财刚才给了我2肉包子。老三家的日子可以呀，还吃肉包子，在镇里就是比家里吃的好。老三得读书，吃几个包子补补脑子也是应该的。老二媳妇儿，你有点多事了啊！我多事？家里都快乱套了，老三竟跟没事人似的。
稍微懂点事儿，也不至于让战良先回来吧？老三肯定有事绊住了脚。战良不也说了，他一会儿就回来。娘，你还不知道我在哪儿找到的老三？他能在哪儿？肯定书院呗。错，我是在镇上一家特别豪华的大酒楼里找到他的。咋回事儿？老三去哪儿当伙计了？娘，你可真行啊！不是我说你，平时对我们你那歪心眼子多着呢，咋一到老三身上你就犯迷糊啊？老二，你咋跟你娘说话呢？有话直说，老三到底干啥去了？到酒楼能干啥？吃饭呗。到那地方吃饭，那得花多少钱？那我哪知道？爹娘，你们不知道啊，那酒楼有多气派，手里要是没钱呢，根本不敢到那种地方去。当时我一看那满桌子的酒菜，眼珠子都差点掉地上。没想到这世上竟然还有那么多好吃的，我真是大开眼界呀！战良，有那么多好吃的，你吃了吗？我是想吃点儿，可老三两口子说那是请老夫子押题准备的。哎呀，你这个傻子！老三一个屁八个谎，他说的话你也信？要是我没猜错，老三一家是不是都在？没错，都在。这就对了，你肯定被老三给糊弄了。媳妇儿，你说的对，老三两口子让我先走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老三真不是东西，早知道我就等着看他是不是真的请父子吃饭。你给我闭嘴！不知道就别瞎说。老三走的时候就说了，要请父子帮忙押题，不就是吃顿饭吗？你们别诋毁老三，他不是那种胡吃海塞的人，我相信他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儿啊，你可回来了，累坏了吧？快坐下歇会儿，娘去给你倒点水解解渴。娘，没你这么偏心眼的，我也是你儿子，咱老三一回来，你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老三是咱家来的客人呢。你咋这事儿多？不知道老三打小身子骨就弱，从镇上到家有10多里路，他走这么远的路哪吃得消啊？娘，你眼睛没事儿吧？老三身子骨还弱，你看不到咱家属他最壮实啊？就是啊，吃得5大3粗，哪儿看着弱了？行了，都少说2句吧。老三，咱家的事你应该也知道了，银子你带回来了吗？是啊，老三，赶紧把银子拿出来，娘看看还差多少，凑齐了，明个给李屠户送过去。老三，现在都火烧屁股了，你就别我了，赶紧说实话吧。老三，到底咋回事儿？银子呢？你到底拿回来多少？你赶紧说话呀！娘，我没钱。啥？没钱？老三，你可别诓娘，那可是50两银子，咋这几天就没了？是啊，咱家现在需要钱救急，你可别吓唬我们呀！你们还有完没完？我骗你们干啥？就50两银子，在镇上不比家里，哪不都得花钱？我要是拿回来，我们在镇里吃啥喝啥？老三啊，你真是太不懂事了！家里人省吃俭用供你读书，你这是想要了爹娘的老命啊！就是，我们在家吃糠咽菜，你们倒好，拿着家里的钱下馆子，胡吃海塞。你要是个人，稍微有点良心，也不至于干出这么混账的事儿来。占财，你1个月束修才2两银子，就算天天吃精米，这10来天有200文钱也足够了，加上1年的房租2两银子，5两银子绰绰有余，剩下的30多两银子，你干啥花了？占财，你给我实话实说，银子到底干啥用了？爹娘，实话跟你们说吧，那30两银子我请父子给我押题了，我现在有十足的信心一举得中。你们要是硬逼着我要钱，我这半年多的准备可就彻底前功尽弃。你们也别指望我给陈家光宗耀祖。只要老三明年考中秀才，那老陈家的祖坟可就冒了青烟。相比之下，还是他的前途重要。爹娘，你们倒是说句话呀！赶紧让占财把银子拿回来，先过了李屠户那关再说吧。就是啊，先顾眼前。
若是老三不拿银子也行，就把他家若兰嫁给李屠户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我告诉你们，我陈占才行得正，走得直，在镇里我节衣缩食，为的就是能省则省。可有些钱不得不花，我知道那是爹娘用血汗挣的辛苦钱，那是全家人对我的希望。当时我在心里就暗暗发誓，一定发奋读书，一举得中秀才，光宗耀祖。儿啊，娘的好儿子，娘信你，这些年真是委屈你了。老三，别人不信你，娘信你，在镇上好好读书，家里的事别挂在心上，只要有娘在，就是砸锅卖铁，娘也要供你读书。谢谢娘，儿子将来考取功名，一定好好孝敬您，让您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。老三，这些话你都说了20来年，哪一次说的都是信誓旦旦，可换来的却是一次次失败。这大饼你就别画了。是啊，占才，以前咱家在南山村也算是富户，可这些年为了供养你读书，咱家都被你霍霍成啥样了？行了，都住嘴！我知道这些年委屈你们了，不过老三也说了，明年一定能中。若是明年他还考不中秀才，我决定以后不再让他读书，让他回来跟着你们一起种田。爹，你咋对儿子就这么不信任？死老头子，你胡说啥？老三咋就考不上？我相信儿子明年一定能考中秀才。考不考得上，明年再说。现在咱家是火燎屁股，如今老三把银子花没了，不凑够50两银子，李屠户能咋办？就是，用嘴上说管个屁用，刀都架在脖子上了，还是想想眼前的事儿咋解决吧。你们俩少说风凉话，好像占才不着急似的。你们也是家里的一份子，别只会吃干饭，也赶紧想想办法。娘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当初我让你留点钱，你不听，都给老三拿上了。现在你想起我们，你让我和占良想啥办法？就是，家里的钱都是你拿着，现在让我们想办法，你咋说得出口啊？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就看娘你答不答应了。啥办法？办法就是让老三家的若兰嫁给李屠户，这样咱们既不会摊官司，还不用退银子。啥？让若兰嫁给一个杀猪的？你出的这是啥馊主意？我家若兰身子娇贵，咋能嫁给一个畜生？这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吗？你真是没好心眼子，好人都让你当了，你咋狠得下心把齐丫头嫁过去？若兰就不行？都是一样的，你咋能区别对待？哎呀，媳妇儿，有话好好说，别生气啊。二嫂，你咋跟咱娘说话呢？娘本来说的就没错，若兰现在还小，看着挺大的个子，其实还是孩子脾气，根本还不懂事，咋能嫁人？你这不是糟践人吗？你们都消停点儿，有这功夫还是想想咋办吧。能咋办？反正我们没办法。看把你们愁的，不就是50两银子吗？有这么费劲吗？老三，你这话啥意思？难道你想出办法了？赶紧说来听听。爹，你们别着急，事儿已经这样了，就是把你和娘急死，不也弄不来银子吗？要我看，想要摆脱现在的困境，就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卖地。不行不行，咱家就10多亩田地，这要是卖了，咱们一大家子人吃啥？这不是要命吗？爹，你看你说啥呢？我的意思也不是让你把地都卖了，就是挑上几亩良田，卖50两银子就行，剩下的田地不就够咱们吃的吗？胡说，这土地是老祖宗一辈一辈传下来的，哪能卖了换钱？这不成败家子了吗？你这个不孝孙，出的是啥馊主意啊？竟还想卖地啊？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老三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土地就是庄稼人的命根子，咱们全靠土里刨食。你脑子进水了，还是让驴踢了？既然想卖地，你咋不去吃屎？你们少在这教训我！有能耐，你们想个办法出来。眼前的事儿迫在眉睫，咱家唯一值钱的也就是土地，不卖能咋办？到了那时，咱们谁都跑不了，都得到公堂上去受刑，孰轻孰重，你们自行斟酌。
老三呐，你说的不假，可土地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，我要是卖了，以后无颜去见列祖列宗。爹，说实话，儿子也舍不得卖土地，可现在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咱们现在是救急，不是败家。只要现在把这个坎迈过去，明年我就有12分的把握考中秀才。要是运气好，加把劲儿，来年再中个举人，那咱家可就不是小门小户，那就是位高权重的官宦之家。您老要是喜欢种地，儿子随便一出手就给你弄个180亩。到时雇上几个长工，您就往地头上一坐，喝着茶水，嗑着瓜子儿，再给你随身配2个使唤丫头，那派头妥妥的就是个大财主呀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爹苦了大半辈子，可不敢使唤漂亮丫头，到时候雇上几个长工就行了。爹，你赶紧醒醒，别做黄粱美梦了。你闭嘴！既然老三说了，明年有12分的把握考中秀才，那咱家离好日子就不远了，你就跟着享福吧。行了，爹，你就别跟着画饼了，还是整点实际的吧。老婆子，你别装深沉，咱家你做主，到底咋弄？赶紧说个痛快话。行了，听老三的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对，听老三的。爹娘，不能卖地啊！你们好好想想，咱家人口多，要是真把地卖了，以后靠啥吃饭呢？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老二，你闭嘴！这事就这么定了，卖上4亩地，先把那50两银子的窟窿堵上再说。娘，老三说的话你也信？万一他还中不上秀才咋办？我呸！你个乌鸦嘴！老三要是考不上，我就拿针把你嘴缝上，让你再满嘴胡说八道。你就惯着他们，早晚有一天让你做瘪子。二哥，你别总看我不顺眼，告诉你，你兄弟我有志气，早晚让你看看我是怎么让老陈家锦衣玉食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别给我画饼。老二，你别总话里带刺。老三说的没错，咱们一家人想要过上好日子，重任全在他身上。行了，展亮，咱俩人微言轻，说啥娘也不会信的，爱咋咋地吧。咱们也别管了，大不了以后分家单过，更省心。媳妇儿，你说的对，老三这个家为了你，可以说能卖的不能卖的都嘚瑟出去了。爹娘既然指望你，你最好不要辜负了他们。你们就放心吧，卖了地，我肯定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。这山路还真不好走，家里的粮早晚会吃完，我必须想办法撒到人参，在医馆换到足够的钱。人参啊人参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再找不到，真要累死在这里了。要不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这是人参鸟，书上说有人参鸟的地方就有人参。别跑！我的天，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。这是1片、2片、5片、7片、9片，是9品叶，是人参王，传说中千年难遇的人参王，我们家发财了。就这样，见了李正，也不能失了身份。我说老婆子，你到底好了没有？磨磨唧唧的，又是换衣服又是梳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去相亲呢。死老头子，你懂个屁！我打扮打扮怎么了？不就是去找李正卖地吗？又不是啥光彩事儿，至于搞这么大阵仗？你放屁！卖地是为了谁？是为了咱儿子占才能安心读书，是为了咱们老陈家能光宗耀祖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你说话办事也得把架子端起来，别一张嘴就漏风，给咱秀才儿子丢人，
懂不懂？8字儿还没1撇呢，考了1年又1年，年年都说能考上，这万一要是……没有万一，啥叫考不上？我儿子一定能考上。你个乌鸦嘴，我看你才有病。哎，行，他能考上，这就走吧。李正在家呢。叔，婶子，坐。你们今天来是有啥事儿吗？保安啊，婶子也不跟你绕弯子了，我们家想卖几亩地。老婶子，你刚才说卖地？是啊，就是村西头那4亩沙地，想卖了换点钱。这不是来找你这个李正给出主意，看看村里谁家想买吗？婶子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那地可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呀！哎，我何尝不知道啊！可那李屠户逼得紧，就给咱们3天时间。要是不把那50两银子还回去，他就要去县衙告状，还要去占财的书院闹。是啊，李正，我们这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都火烧眉毛了。我懂。可是叔，婶子，卖了地，你们家这么多人，往后吃啥喝啥呀？这日子可咋过呀？这样，婶子，李屠户那50两，你们现在还差多少？要是就差个3两5两的，我先给你们垫上，先把人打发了再说，行不？哎呦，我的好侄儿，哪还有剩啊？那50两银子早就全给占财带去镇上了，就这，我还怕不够他花呢。全都拿走了。婶子，占财读书开销再大，1年到头撑死了20两也够用了。李正，你这就是没见识了。现在的读书人跟以前能一样吗？笔墨纸砚同窗交际，哪样不要钱？1年没个50两打底，那书是读不安生的。李正，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，可我们真不想摊上官司，你就帮我们问问谁家想买地，最好明天就能拿到钱。叔，婶子，你们可真想好了，地卖了，可就真没了。想好了，等我们家占财明年考上秀才，家里的赋税都能免了，剩下的地也够我们吃了，你就说你帮不帮吧。好吧，既然你们铁了心了，村西那4亩沙地，地不好，收成也一般，50两，怕是有点难出手啊。那也得卖，保安，你费心了，最晚后天，我们必须拿到钱。叔，我知道你们急，可这时间太紧了，要是2天，我还有把握。村西那几亩沙地啥情况？村里人都门清，怕是真没人愿意接手啊。老头子，你说咋办？咋办？现在问我咋办了？当初要不是你自作主张把老大一家分出去，能有今天这麻烦事儿吗？你个死老头子，现在倒赖上我了。我做主的时候，你干啥去了？我拦得住吗？你那张嘴，我说1句话，你有10句等着我。叔，婶子，都什么时候了？木已成舟，现在后悔分家的事儿也晚了，还是先想想办法，把眼前的难关过去再说呀。哼，你说卖哪块地？要不就把咱家院子外头那4亩地卖了。那可不行，院外那4亩地是咱们村里顶好的水田，离家又近，卖了它，咱一家老小吃啥？废话，我能不知道那是最好的地？可咱家现在等钱救命。罢了，希望老三争气，早日考上秀才，光宗耀祖。行吧，那就卖村头那4亩地。李正，村西的沙地没人要，
那就卖我家院外那4亩上好的水田。李正，那4亩地可是咱村数1数2的好地，按市面上的价格可不止50两银子吧？没错，正常卖值个60两不成问题。可你们这着急出手，想多卖钱，怕是有点悬。哎呀，那咱家不是亏大了？老婆子，那可是整整10两银子呀！行了，这时候就别在乎那10两8两的了，先把那李屠户的嘴堵上是正事。哎，好，那就卖吧。李正，那就劳您费心了。婶子客气了，都是应该做的，我这就去帮你们问问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在家等你的好消息了。太好了，只要地卖了，有了钱，看那李屠户还敢不敢上门撒野。老头子，快看，那个没良心的死丫头过来了。甭搭理他，咱们走咱们的。我看见他就来气，要不是他当初死活不嫁，非要闹分家，我至于把院外那4亩好地给卖了吗？都怪这个丧门星。行了，老婆子，现在是2家人了，别跟他生这窝囊气。哼，有些人别看今天闹得欢，将来有你拉清单的时候。死老婆子，你骂谁呢？你个死丫头，我骂猪骂狗骂空气，我爱骂谁就骂谁，你管得着吗？老太婆，最好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，再敢满嘴喷粪，我不介意让你这辈子都当个哑巴。你想干啥？你说我要干啥？老太婆，我警告你，别来招惹我，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敢？老婆子，你少说2句，赶紧走。想指望陈占才，真是痴人说梦。你们今天种下的恶果，总有一天会自食。李正说：“您这是要出门啊？”哈，是青丫头啊，你找叔有事儿？啊，也没什么大事儿。你要是有事儿就先去忙，我晚点再来也一样。嗨，你这丫头跟叔客气什么？我能有什么急事儿？来，坐。青丫头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当初跟你爷奶分家断亲，这步棋走对了。李正说：“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爷奶为了供陈占才那个宝贝疙瘩读书，已经快把家底儿都给败光了。李正说：“是不是因为李屠户家退亲要银子的事？”你这丫头真是机灵，这事儿你都知道了？我猜的。陈占才他们跑去镇上，不就是怕李屠户上门吗？吃进嘴里的肉，他们可舍不得吐出来。我没猜错的话，我爷奶是来找您卖地的吧？没错，他们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地给卖了，可惜了呀！你们家院外那4亩地，可是咱们村里顶好的水田。果然如此，陈老太真是无可救药。为了陈占才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他们自己造的孽，以后的苦头有他们吃的。谁说不是呢？你爹娘那么孝顺，他们说撵就撵。就陈占才那张只会说的嘴，你爷奶往后的日子难呐。李正说：“那地他们打算卖多少钱？”着急用钱，要价不高，50两银子。这么急？村里有人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吗？能啊，老刘家早就相中那块地了，他家儿子多，正想在那儿盖院子。他要是知道只卖50两，怕是当场就能画押。那块地就在牛棚后面，若是买下来，盖个大宅院，就再好不过了。李正说：“那块地，我想买。”青丫头，你刚才说啥？我说，我想买下那块地。你这丫头，没跟叔开玩笑吧？你哪来那么多钱？你爷奶可说了，明天就必须拿到银子。李正说：“所以我才想求你一件事，您能不能先把银子帮我垫上，最多2天，我一定还给您。”李正说：“实话跟您说吧，我昨天进山，运气好，挖到了一颗人参王。”什么？
人参王，千真万确，那人参王品相很好，卖个180两不成问题。所以您放心，绝不会让您为难。好，青丫头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叔信你。我手里没那么多现钱，就先从村里的公账上给你垫付，你可千万不能骗我。谢谢李正叔，您放心，我明天就去镇上把人参卖了，马上把钱还你。行，那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去你爷奶家把地契给办了。谢谢李正叔，那咱们走吧，去陈家买地。叔，婶子，我把买家给你们带来了。吴保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让你帮我卖地，你带这个死丫头来捣乱。就是，这地我就是卖给村里任何一个人，也绝不可能卖给他。哎，婶子，话不能这么说。青丫头是诚心来买地的，你们急着用钱，她急着买地，这不是正好吗？诚心？她哪来的钱？李正，你别被这丫头片子给骗了。她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？没错，她肯定是记恨我们把她家分出去，知道李屠户要来找我们麻烦，故意来耍我们玩的。想买地，先把50两银子拿出来再说。李正叔，既然他们不信，就把银子给他们吧。婶子，这里是50两纹银，你点点，要是没问题，就把地契拿出来，我好给你们写转卖文书。这不可能！我就说这死丫头肯定没干好事，这钱我嫌脏。好啊，你个陈青青，怪不得死活不肯嫁给李屠户，原来是早就攀上了范财主，真是不要脸！我呸！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！幸亏把你家分出去了，不然我们陈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。娘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青丫头买地，你卖地，你管她的钱是哪儿来的？张嘴闭嘴就埋汰自家孙女儿，有你这么当奶奶的吗？就是，村里谁不知道啊？青丫头是给范财主看好了病，人家给她赏钱。闭嘴！你们两个胳膊肘往外拐的东西，她一个大字不识的丫头会看病，那都是她勾搭人家的借口。婶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青丫头的银子是她自己进山挖到人参王换来的，清清白白，干干净净。啥？人参王？他千真万确，范财主的病也是青丫头治好的。你要不信，自个儿去镇上打听打听，别在这儿污蔑一个好姑娘的清白。就算是真的，这地我也不卖给他。老太婆，这地今天你不卖给我，明天李屠户是来扒了你家的房，还是去衙门告你讹诈，我倒真有点期待呢。你给我闭嘴！行了，婶子，既然你不卖，那就算了。青丫头有钱，买谁家的地不是买？咱们走。好。哎，李正，你别走啊！这事你可不能不管啊！我怎么没管？人我给你带来了，钱也给你拿来了，是你自己不卖的。不是，李正，有话好商量嘛。没什么好商量的，我就问你最后一句，这地你卖还是不卖？卖，我卖给他还不行吗？早这样不就结了？赶紧去拿地契。李正，地是卖了，可地里的庄稼是我们种的，眼看就秋收了，粮食得归我们吧？那是自然。青丫头不是小气的人。青丫头，拿着，从今天起，这4亩良田
就是你的了。谢谢李正叔。好好干。叔相信，你家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。姐，你回来了。青丫头回来了。爹，娘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地契，这是咱家后面那4亩地的地契。青丫头，你哪儿来的？这事儿说来话长。今早我去李正家，正好听说老宅要卖地给李屠户还钱，我想着咱们不能一辈子住牛棚，就做主买下来了。这可是你爷奶家最好的地，每年收成最多，少说也得5、60两，他们怎么可能卖给你？可那得多少钱啊？爹，娘，我昨天在野狼谷挖到了这个。野狼谷？你这丫头胆子也太大了！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让娘可怎么活呀？娘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您看，因祸得福了不是？爹，娘，这人参品相这么好，等卖了钱，咱们就在新买的地里盖个大房子，青砖大瓦房。好丫头，你有出息了。但这人参是你拿命换的，卖了钱你自己收好，爹娘不能要。对，地契你也自己拿着，这是你的东西，娘怎么能替你收着？娘，你说的什么话？咱们是一家人，这地契你必须收着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爹，娘，还有一件事，小韩今年都8岁了，我想送他去镇上的孔府书院读书。去镇上读书？那1个月的束修就要2两银子呀，咱们家哪供得起？是啊，青丫头，还是让小韩在家吧。爹娘，钱的事你们不用吵，有我呢。小韩不能一辈子跟咱们一样跑土疙瘩，读书才有出路。爹，娘，我想去读书。好，小韩，你可得记着，这是你姐给你挣来的机会。进了书院，必须给爹用功苦读。爹，姐，我一定会的。姑娘，怎么又是你？苗大夫，我前2天在山上挖到一颗人参，您给瞧瞧，能值多少银子？哦，快拿来我看看。这居然是人参王！那您看，这样吧，我给你80两银子，你看如何？这种大小的人参王，起码100两。姑娘还真是识货，100两就100两。多谢苗大夫。小韩，我们现在可以去书院报名了。谢谢姐姐。学生陈寒见过夫子。你今年几岁？回夫子。学生年方8岁。可曾识字？学生的姐姐教我识得数百字，且能简单书写。哦，那算术可通？加减乘除略会1、2。那我便考考你鸡兔同笼，上有35头，下有94足，问鸡兔各几何？回夫子，鸡有23只，兔有12只。若遇他人有难，你当如何处之？当以善念助之，解其困厄。好，此子聪慧善良，根骨不凡，可入吾学府。多谢夫子，学生定当刻苦读书，不辜负夫子期望。5日后学院开课，带好笔墨纸砚前来。束修1月2两银子，若在学院食宿，1学期另加5两。学生谨记。姐，我通过了，我真的通过了。我就知道我们小韩最棒了，以后你要努力读书，给爹娘争光，
也给姐承阳，知道吗？姐，我懂了，我一定考个功名回来。姐，1个月2两，1年就要20两，再加上吃住5两，一共25两银子。这咱家的负担是不是太重了？爹娘会太辛苦的。小韩，钱的事儿有姐在，你不用操心。你要做的就是勤奋苦读，将来不要一辈子被困在这山沟沟里。姐，我明白了，我一定努力读书，让爹娘和你过上好日子。我们接下来再去买点东西，就可以回家了。老板，100斤精米，50斤白面，2斤五花肉，5斤猪板油，再来2斤赤红糖，来套文房4宝，再拿几尺布匹与几套锅碗瓢盆。钱可真不经花呀。不过没关系，范财主家那边用不了1-2天，就该派人来求我了。到时候可就不是20两整金能打发的。哎呦，这不是占山家的青丫头吗？这是发了什么大财了？你们还不知道？李正家的都说了，他挖到宝了。是深山。哎呦，我的天！瞧瞧这一车的东西，这人参得卖多少钱呢？青丫头回来了，看着阵仗，镇里的人参卖了个好价钱吧？镇里回春潭的苗大夫正好缺这个，给了100两银子。这些米袋真大呀！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的？婶子，之前我娘从您家借的锅碗都用旧了，不好意思还给您。今天顺路，就给您买了套新的，您可千万别嫌弃。这是镇里福记的点心，叫如意糕，也不知道合不合您口味，给您带了1盒尝尝鲜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乡里乡亲的，帮个小忙算什么？这东西我可不能收，快拿回去给你娘吃。婶子，要不是您，我们一家连饭都吃不上，还有这些钱是还给李正叔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收下。真是个知道感恩的好孩子，不像某些人把亲孙子孙女往外撵，我看他们早晚有后悔的时候。这个败家子，有钱不知道孝敬亲奶奶，倒拿去喂外人，真是个白眼狼。你说谁后悔呢？买个破人参，那点银子能花一辈子。等我家老三考上举人，当了大官，他们一家别想跟着沾半点光。哼，别说你的宝贝三儿子还没考上，就算他真有那一天，我们家也不稀罕。你好，你个死丫头嘴硬，咱们走着瞧。爹娘，我们回来了。娘，姐姐不止买了肉，还买了好多布，好多米面呢。您快去卸车，牛车还在门口等着呢。哎，来了，青丫头，这么多精米白面，这不是财主家才能过上的日子吗？太浪费了。咱们家有粟米粥喝，不饿肚子，爹就知足了。是啊，青丫头，买这么多东西得花多少银子呀？爹娘，咱们也不能顿顿喝粥啊，这点粮食不多，先吃着，等女儿赚了大钱，咱们吃的用的会更好。你这丫头，有钱也不能这么乱花呀，得攒着，留着以后当嫁妆。娘，我才16，嫁人还早着呢。再说了，您和爹辛苦了大半辈子，这也是女儿孝顺你们的呀。行了，兄妹，女儿一片孝心，咱们快卸车吧。爹娘，姐姐已经在书院给我报上名了，5天后我就能去读书了。儿子一定好好念，给你们争光。小韩，既然你姐让你去读，你就万万不可辜负了你姐的一片心意。爹，我懂。爹，您别担心钱的事儿，
等我治好了范财主的病，拿了诊金，咱们就着手盖新房子，争取入冬前住进去。青丫头，爹知道这房子住着冷，可盖房不是小事儿，爹娘不能再拖累你了。爹，被撵出来那天，我就发誓，一定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从小家里有好吃的，你和娘总是留给我和小汉。现在女儿长大了，能赚钱了，您就让女儿好好孝顺你们吧。好，好，爹听你的。二婶，在家吗？这么晚了，你咋来了？快进屋。二婶，我二叔他们呢？哎，别提了，你爷奶看见你挖了人参，卖了钱，眼睛都红了，非逼着你二叔带上你2个堂弟，大晚上进山去找人参。二婶，这是侄女儿从镇上给您买的点心，您和二叔尝尝。之前家里断粮，多亏您送来的那些干粮，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呢。你这孩子，咱们又不是外人，还跟我这么客气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您一定要收下。好，那二婶就收下了。你们一家往后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的。哎呀，痒死我了！快去看看陈姑娘来了没有！再不去请，我就要痒死了。老爷，您再忍忍，陈姑娘一会儿就到。忍？怎么忍？你让我怎么忍？赶紧滚去门口看看人来了没有！要是没来，再陪着去催。哎，是，老爷，我这就去。你快帮我扎几针呀！我快要痒死了。哎呦，陈姑娘你可算是来了！我家老爷他躺在床上嗷嗷叫了一宿，吃不下睡不下，人都快折腾没了，求你快救救他吧！范夫人莫急，病症须得细看，待我给范老爷检查一番。是，陈姑娘请，您快请。陈姑娘，我的病怎么样了？唉，病情不容乐观啊。范老爷，你这烂奇症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啥？严重了！陈姑娘，求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家老爷，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。哎呀，又来了，又痒起来了，痒死我了！陈姑娘，你先帮我止痒。躺好，不要乱动，再抓下去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我先帮你扎针止痒。好，我不动，我保证不动。先扎死大半的柿子，留2只最肥的，看看情况。好了，范老爷感觉怎么样？哎，不痒了，真的不痒了，神医呀！陈姑娘，你不愧是神医呀！你看，病全好了，跟没事人一样。老爷，你真的一点都不痒了？范老爷，别高兴得太早，你这个病棘手得很。虽说我用针灸暂时压制住了，但治标不治本，3天之后必定旧病复发，而且会比这次更严重。上次我就说过，你得的是烂奇之症，病根在内，如今邪气攻心，你的心肠已经开始溃烂，想要彻底根治，难如登天。陈姑娘，你的意思是我家老爷没救了？陈姑娘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，我更不想养死啊！求求你想想办法，只要能治好我的病，花再多的银子我都愿意。是啊，陈姑娘，我们家有钱，只要你能治好我家老爷，我们一定重重酬谢。办法倒也不是没有。什么办法？陈姑娘快说！不过你是不是该先把上次承诺的诊金给付了？诊金100两为宜。若是3天前你信我，只需20两，可你拖到了现在，病情加重，没有100两，这病我治不了。那能不能等治好了再给你诊金呢？既然范老爷不信任我，那就另请高明吧。告辞。别！
陈姑娘留步，我给还不行吗？史太寿，快去账房取100两银票来，快去！是，老爷。陈姑娘，这是100两的银票，您收好，我家老爷的病就全拜托您了。既然收了范家的银子，我定当竭尽全力。若是治不好范老爷，这银子我分文不取，原样奉还。好了，这就好了。病根已除，若是后续再有不适，我会带着配好的药来为你根治。拿了100两，这病就算彻底了结，哪里还会有什么后续？多谢神医。陈姑娘，我这就去给您备马车，送您回去。有劳了，这下盖房子的钱也有了。青青啊，娘现在每天醒过来都跟做梦一样，谁能想到咱们家也能住上这么好的大瓦房？这都多亏了咱们家青青有本事。想当初咱们被赶出来住牛棚，村里人谁不是看咱们笑话？现在谁不羡慕？爹，娘，这都是咱们应得的。等小汉考中秀才，那才是真正的好日子呢。谁呀？占山啊！你们来干什么？哎呦，我的好孙女，你可真是出息了，这房子盖的还真气派。有事吗？哎，青青啊，是奶奶以前不对，奶奶糊涂。这1年来，奶奶天天后悔，吃不下睡不着啊。你三叔他考秀才又没考上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。奶奶寻思着，咱们到底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，你看能不能拉把你三叔一把？娘，当初你把我们赶进牛棚，让我们自生自灭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我们家跟你们早就没关系了，路是你们自己选的。现在过得不好，也别来找我们。青青，你跟奶奶说，奶奶知道你心善，你最有主意了。只要你点个头，让你爹跟你三叔在镇上找个活干，咱们家就有救了。心善？当初我冒着风险给范老爷治病，你们是怎么说的？说我不知天高地厚，迟早要惹祸上身，还让我们滚远点，免得连累你们。你们后悔，不是因为你们做错了，而是因为你们没能从我身上占到便宜。你们想恢复关系，不是因为亲情，而是因为我三叔落榜了，你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了。我爹娘心软，但我不是。当初你们怎么对我们的，我一笔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想让我拉拨你们，可以啊。你们先去牛棚里住上1年，尝尝那是什么滋味。等你们住满了，再来跟我谈一家人这3个字。你这个不孝孙女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狠心？跟你们比起来，我还差得远呢。爹，送客。以后咱们家的大门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。听到了吗？请吧。哎呀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我真是瞎了眼啊！我后悔啊！